头怎么这么疼？这不是我的手。我真是摔死一回又活了一回。行，既然活了，就不能白活。这就是我的新家了，家徒四壁，爹病着，家里被债压着，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每一个人都在苦撑这个快散的家。阿娘，我不饿，你吃。都饿成这样了，还一个个装不饿。阿姐，你醒了？醒了，再不醒，家里这锅清汤怕是要把人照出影子来了。这点红薯撑不过10天。阿青，你身子还没好，快回去躺着。阿娘给你留了最稠的。阿娘总把最好的留给我，自己却只能喝刷锅水。这么苦的日子，她还在护着我，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撑了。阿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阿娘，我摔的是头，不是心。你喝刷锅水，我吃稠糊糊，这饭我咽不下。给我2天，最多2天，我想法子让家里吃上一顿像样的。你才刚醒，别逞强。不逞强，阿娘，我会赚钱。老苏家那大丫头从山上滚下来，我看是摔傻了。真的假的？傻没傻不知道，反正他家揭不开锅是真的。我昨儿路过，那糊糊清的跟水似的，猪都不吃。以前苏家可也风光过。哼，风光，他家老大跑了，欠一屁股债，老爷子也垮了，破船漏成那样还能撑？我赌他们撑不到秋收。桂花婶，拿我家做赌，也不问问我这个当事人收不装钱。哟，醒了，我还以为真摔傻了。放心，没傻。要真傻了，也听不出谁嘴闲谁心坏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婶子怎么说我，我就怎么回。你说我家撑不到秋收，我记下了。到秋收那天，我请你来我家门口站着看。不过到时候别吐瓜子壳，脏了我家新路。爹咳成这样，阿秀病着，阿娘喝刷锅水，子木饿了还说不饿。他家老大跑了，欠一屁股债，老爷子也垮了，我赌他们撑不到秋收。偏不让你说中。爷爷说过，狐臭柴叶子能做神仙豆腐。这个时代没人做，不代表不能做。老天让我再活一次，不是让我躺着等饿死的。明天上山，我要让这一家人都活出个人样来。阿姐，我们到底找啥？一种树，叶子有点臭。臭的？臭的找来干啥？做吃的。臭叶子也能吃？你阿姐连死都死过一回，臭叶子算什么？阿姐，要不回去吧？不回，今天找不到，咱家明天就少一条路。那我扶你，你别摔第2回。放心，我命硬着呢。那不是老苏家大丫头，前几天摔了头，今天又满山乱跑。听说找臭叶子呢。摘臭叶子总不能拿来吃吧？我看脑子是真坏了。阿姐，他们骂你。骂就骂清楚些。等我拿臭叶子换了银子，你们别一边笑一边问我在哪儿摘的。你还真当臭叶子能卖钱？能不能卖钱不靠嘴说，靠本事。记住子木，狗叫不用回头，赚钱的时候他自然闭嘴。阿姐，是不是这个味儿？
阿姐，是他吗？是他，子木，咱家有救了！摘，多摘！今天摘不满我不下山。这片山坡够咱家先活下来，以后我还要让他养活更多人。可算回来了。阿青，你摘这么多臭叶子干什么？阿爹，这不是臭叶子，这是饭碗。饭碗？明天您就知道了，它能变成吃的，也能变成钱。你确定？阿公，我不拿全家人的肚子开玩笑。明天咱家不喝清汤，我要让大家吃一口能嚼的。阿姐，这些真能做豆腐？能，叶子要嫩，水要滚，去舀点热水来。哦，香了，真的香了。再碎一点，越碎出胶越多。懂，把它捣成泥。今天这锅必须成。凝了。阿姐，怎么不搅了？过了会散，现在让它自己成型。喝口。剩下的就看时辰了。神仙豆腐成了，好吃。阿姐，我们是不是不用挨饿了？不用了，从今天起，谁都不用装不饿。明天去卖。明天去镇上卖，先让人敢吃，再让人愿买。你这手还要不要了？要，还指着他数钱呢。都这样了还贫？就剩这点油水了，卖不出去也别硬撑。阿娘还能给人多洗几盆衣服。阿娘，明天一定卖得出去。明天我不是去碰运气，是去给咱家找活路。那你答应阿娘，疼了就歇。行，疼了我就边歇边卖。神仙豆腐免费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别喊破了，第一口总得等个胆大的。要是没人敢呢？那我就自己当第一个。敢尝新鲜的来，山里叶子做的，清凉解腻。今儿第一天，尝了再买。妹子，你这是豆腐，神仙豆腐，山叶子做的，清凉爽口。多少钱？2文1块。再给我2块。赵伯，别啃包子了，来尝尝这个。阿姐，卖出去了。对，卖出去了。妹子，你这摊子以后怕是不愁卖。借你吉言，今天这第一嗓子我记着。我数过了，707文。我家阿青是苏家的福星。阿公，这才开始100天，我让咱家把债还干净。阿青在吗？我叫刘桂兰，隔壁的。
听说你们在做绿色豆腐，我想来问问，缺不缺人？桂兰姐，进来说吧。真好吃，清爽回甘，镇上人肯定喜欢。桂兰姐，你想入伙？我和我男人打零工，一天最多60文，还不稳定。我们能吃苦，嘴也严，利润5-5分，我出方子和销路，你们出力干活。5-5太多了，3-7就够。我要的是并肩撑摊子的伙伴，不是短工。你出力，我出本事，5-5最公平。成，以后我听你安排，但账目必须清清楚楚。正合我意。苏记第一条规矩，账清，人心才稳。桂兰，你怎么跟苏家丫头一块儿了？还能怎么？臭味相投呗。几片烂叶子也当正经生意。你要买它？桂花婶，这话不对，臭味相投是两边都臭。我们今天卖空了，满身都是铜钱味。小丫头赚2个铜钱就敢翘尾巴？2个铜钱不敢，707文足够我直直腰。你说我们撑不到秋收，我偏要越做越大，慢慢让你看。你这嘴是真厉害，做生意讲究和气，但有人故意找茬，我也不会默默受着。跟你干，不亏。不能拔根，慢一点，我们年年有的摘，薅秃了以后就没得做了。原来就是这叶子，我也摘去卖。叔，摘叶可以，别拔根。山又不是你家的，你管得着吗？山不是我家的，但拔完了叶子，明年全村人都没得赚。谁断了大家的后路，我就找村长说理去。小丫头口气真大，赚钱先学留种，不丢人。一边去。行，不摘了。阿姐，你吵架都想讲道理。先讲道理，讲不通再较真。我就说你的生意不愁卖吧。季姐姐，我特意给你留了2块。山里野叶子做的东西，谁知道有没有毒？吃坏肚子你赔得起吗？我天天吃，家人也天天吃。昨日售卖数百份，无人不是。这位大哥空口无凭，麻烦拿出证据。大哥自家若是不差，为何惧怕我这小买卖？你心态是真稳，做吃食，名声就是根本，谁毁我名声，我绝不退让。今日总收入1320文，除去所有开销，净余1120文，2日收益将近2两银。但外债还有60两。摆摊产量有限，也耗人力。接下来我打算对接上茶铺、饭馆接订单，做长期稳定生意。这剩下的怕是不好卖了。那能吃吗？你就知道吃。阿姐说了，不用装不饿。吃能吃，不过还有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新鲜豆腐卖清爽，剩下的不能浪费，晒干压水烘一烘，也许能做豆干。豆干儿耐放，能带远，味道也能做重些。镇上做工的人、赶路的人兴许喜欢。若遇着下雨，不就坏了？所以不能全靠晒，晚上用小火烘，但火不能大，火大就焦，火小才韧。川柏哥，以后豆干火候你来管，行吗？你倒会用人。人尽其才，豆腐尽其味。差不多了。香味比鲜豆腐厚，能尝吗？尝，要说真话。外头韧，里头软，越嚼越香，就是淡了点儿。那就做卤味。川柏哥，火再小一点。他管火真稳，苏记豆饼火候师傅，非他莫属。妹子，你这豆干能不能多做？季姐姐要多少？我姑母在镇上开茶铺，常有人点茶吃小食。若你这豆干稳定，她兴许愿意要。
50份可以，但我要提前说清，头3日试工，若卖得好再定长期。每日清晨送到，不赊账。坏损若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赔；若是茶铺存放不当，不算我们。你这小掌柜比许多大掌柜都清楚，穷人家做买卖，糊涂不起。成，我带你去见姑母。就是你做的神仙豆腐。是，鲜豆腐和卤豆干都是我家做的。味道可以，只是你年纪小，我怎知你供不供得稳？我们现在每日能稳供50份豆干，鲜豆腐另算。若遇雨天，豆干会减少，但我会提前1日告知，不误您茶铺安排。你倒坦诚。生意不是1日买卖，今日我哄您接了，明日供不上，坏的是苏记名声。价钱呢？豆干1份4文，供给茶铺3文半。茶铺怎么卖是您的本事。3文，3文不成，柴火、香料、人工都在里头。3文我能供您1日，供不了3日。3文半就3文半，先试3日。多谢掌柜，明日辰时前送到。若卖得好，我还要鲜豆腐。那我明日多带样品。50份，每日50份，那是多少钱？别赚了，再赚把我头赚疼。每日175文，3日525文，好多。但活也多了，所以今晚把流程定死。子木烧火包货，川柏哥管烘干火候，桂兰姐和阿娘负责洗液倒浆。好，我调味记账。我也能帮着挑水。阿爹，先把身子养好。你要真想帮，明日帮我看着账箱，谁也别乱动。好，给你手钱。苏记真要立起来了。会的，先从这50份开始。季掌柜，货准时到了。准时，味也稳。做生意第一要紧就是守时守味。这小食新鲜，越嚼越香，配茶倒不腻。阿姐，他们比集市还舍得花钱，所以地方不同，卖法也不同。明日加到80份，鲜豆腐也送20份来试。豆干80份可以，鲜豆腐20份也可以，但需用井水镇着，5钱卖完最好，过时口感会差。照你说的做。阿青，你可真不像村里小姑娘。像什么？像个小狐狸掌柜。狐狸不狐狸不重要，能养家就是好掌柜。阿姐，你昨晚就睡了1个时辰。掌柜都是这么熬出来的，熬可以，别熬坏了。我不倒，我还要把苏记招牌做出名堂呢。喝了再走。阿娘这手艺厉害，一个鸡蛋能开满1锅花。贫嘴，快喝。今日来的正好，昨日有人问能不能预定带走。预定？能。豆干可以预定，鲜豆腐得限时。若长期供，价钱还能不能让？若每日100份以上，豆干每份让半文，但我可以送蘸水方子1种，茶铺另收调味钱。年纪轻轻，心思倒是缜密，极会盘算。不会算，就还不上债。去卖豆腐啊？是啊，婶子早。阿青啊，你那狐臭柴，我们若摘了卖给你，你收不收？收，但只收嫩叶，不收人根拔的，不收烂叶虫叶，按斤称，价钱写明白。真收？真收。山里的东西大家都有份儿，但谁坏了规矩，我不收他的叶。哟，如今到白起掌柜架子了。桂花婶，你若摘好叶，我也收；你若摘瓜子壳，我可不要。阿青这话在理，山货不能乱糟蹋。明日我在苏家收叶，1斤2文，要干净，要嫩。大家愿意挣这份钱，就按规矩来。阿姐，你这是让全村给咱干活？说好听点儿，叫一起挣钱。都来尝。
比神仙豆腐便宜，1文1块。这什么味儿？涩的舌头麻，膻味儿。你不懂。阿姐，他学咱们。学行容易，学本事难。苏记神仙豆腐，当日现做，若吃着苦涩发麻，不是苏记手艺。诸位认准餐前这个苏字。大哥，便宜不是坏事，坏心才是。老爷太多，扣半斤。怎么就扣半斤？叔，咱昨日说清楚了，只收嫩叶。你若不服，可以拿回去重新调。行，扣吧。阿青啊，婶子也来照顾你生意。桂花婶，你这是卖叶还是卖泥？山上露水重，沾点泥怎么了？桂花婶儿，你这露水挺懂事，还会往下躲。不收就不收，你当谁稀罕？收叶讲规矩，桂花婶若愿意重新挑干净，我照收；若想糊弄，苏记不收。他要是把泥卖成钱，那我以后卖石头。你卖石头前，先把算盘打对。就是你们在卖绿豆腐。是，原料在此。有人报官说吃了绿豆腐吃坏人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就是绿豆腐，吃了就肚子疼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们肚子弱。那不是卖神仙豆腐的小姑娘吗？我们苏记没卖给他。我是苏记神仙豆腐的摊主苏子明。今日此事若牵涉绿豆腐，我愿当众说明。你说。苏记豆腐颜色碧绿透亮，它这豆腐颜色浑浊，不是苏记所出。你少落井下石！昨日你借苏记名声卖烈火，今日吃出事，还想让我背锅？大哥，锅可以用来煮豆腐，不是用来扣别人头上的。云香茶铺也可作证，苏记供货从未出事。这东西馊了还敢卖，带走！诸位，吃食买卖最要紧是干净良心。苏记不怕人查，也不怕人问，但请认准苏记招牌，别让坏货坏了真东西的名声。阿姐，吓死我了！名声这东西，挣得慢，坏得快，以后更要小心。以后你供来的豆干，我铺子旁边挂着牌，出了事儿也分得清。多谢掌柜。别只谢，你也得想想，苏记若要做大，招牌、印记、封包都得有。每包豆干用同样麻绳，同样荷叶，再盖苏记红印。鲜豆腐用竹签小牌，你反应倒快。被人坑一回，总得长2分心眼。我认识镇上木匠，可以替你刻印，价钱合理，我今日就定。这也太险了，若真被赖上，所以从明日起，所有苏记出货都打印记，坏货不让他借咱的名。我看行，做坏的、过夜的、味儿不对的，都不能拿出去。苏记第3条，宁可少赚，不卖坏货。川百哥写得好，以后就贴灶边。字比我的还丑。今日是钱庄催息的日子，都怪我没本事。阿爹，债是全家债，不是谁一个人的错。咱们如今能挣就能还。手里现银4两3钱，不能全还，得留本钱和粮钱。我打算先还2两，再请钱庄宽限。钱庄未必肯，不肯也得谈。咱现在不是空手去，带着账本，证明苏家有进项。你去钱庄，会不会被欺负？阿娘，我现在赚钱了，才不怕呢。这丫头，嘴硬心也硬。心不硬，日子就把咱们磕碎了。苏家今日该交息了。掌柜，我们先还2两，余下的规矩就是规矩，还不上，立滚立。掌柜，不是赖债，是谈还法。你一个小丫头，谈什么？谈银子。掌柜总不会嫌会还钱的人年纪小。苏记如今每日有固定进账，若掌柜愿宽限，我们还3个月，每月20两，先息后本。苏记绝不拖欠。若掌柜逼急了，我们断了本钱，生意停了，您反而收不到钱。倒是会算。穷人不会算，就真穷死了。给你3个月，于1日加息。好，今日2两入账，契上写明，不再重复记例。你还要我立字据？掌柜讲规矩，我也讲，白纸黑字，双方都安心。阿青，爹拖累你了。阿爹，别说拖累，您活着家才齐。
10文还管饭，倒也成。荒坡，那地能长啥？荒坡要能发财，还能轮到他？桂花婶说的对，发财轮不上懒人，愿意干的来登记。丑话说前头，干活偷懒不结钱，午饭粗茶淡饭不许闲。管饱吗？管饱，干活的人若吃不饱，活也干不好。我也报一个。欢迎桂花婶儿，记得带锄头，不收瓜子可抵工钱。你这线咋画的弯弯绕绕？坡地最怕大雨冲土，这样水走得慢一点，这样能留土。阿爹懂。桂花婶儿，你这一锄头下去，草都没断，小孩子管大人。婶子累了可以歇，但歇的时辰要扣工钱。你还真扣？真扣。苏记的钱不是风刮来的，是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。你还真敢用它？敢？规矩立住，他就翻不出大浪。这豆干真香，给苏家干活，饭倒实在。你歇会儿，别什么都自己盯。第一天得盯紧，规矩开头不能松。如今看着这荒坡，倒有盼头。阿奶，以后这里春天开花，夏天结果，秋天收钱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桂花婶儿，到时候你若想来摘果，可得先买票。阿姐，你不累吗？累，累也得记，不然明天更累。今天花出去不少，花的值。坡地开出来，不臭柴能种，以后原料稳，生意才稳。阿青，你想的比我们远。那阿爹就帮我盯着村民挖水沟，别让村民挖偏。好，苏家这口气算续上了。大家过来一下，大家看到这种菌也一起采回去，这种菌也能吃。菌子不都差不多吗？差一点，命差一截。菌子酱真的能卖钱？能。神仙豆腐吃清凉，豆干吃咸香，菌子酱吃下饭。穷人买1小勺能配3碗饭，富人买1罐涂山味鲜。阿姐，你又分穷人富人？不是分人，是分吃法。做买卖要知道别人为什么掏钱。不要命了，碰了这个回去记得洗手，记住不能揉眼。阿玲，你咋懂这么多？摔过一回，脑袋开窍了。这味儿太霸道了，闻着就想吃饭。记住，火不能急，慢慢炒出水汽，酱才能放久。菌子3筐，油半罐，盐3勺。再记一句，第一锅是味，偏辣。偏辣不好吗？有人爱辣，有人怕辣。明天做2种，小辣和重辣。你连辣都分档，客人的口味不一样，咱当然不能只做一种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苏记新品，免费品尝。苏记新味山菌酱，小辣重辣2种，买豆干送1小勺肠胃。香，这一勺能下半碗饭。这个酱多少钱？小竹筒8文，大菱酱30文，开罐后2日内吃完，别沾生水。客官慢走，又有新品了。姑娘来得巧，山菌酱府里下粥或拌面都行。这个我爹会喜欢的，他爱山味。那给季老爷装小辣。你还记得我爹口味清淡，客人口味也是胀。记住了，生意才会回来。有机会把你介绍给酒楼，这味道，生意必定红火。那就提前多谢季姐姐了。这就是你做的菌子酱？是，掌柜可先尝一尝。魏尚可，你这罐30文，我大量购买，每罐10文。你掌柜这价，连菌子和油都不够。小姑娘，酒楼给你脸面，你就该让利。脸面又不能下饭，油盐可是要花钱的。掌柜若诚心拿货，25文1罐，20罐起卖。25？你胃口不小啊！掌柜卖1碟酱配面，可收6文，1罐至少出15碟，掌柜不亏。掌柜的，你可别欺他不懂账。22文。24，苏记送一个试菜表，写明百花洞山菌酱，客人喜欢，酒楼也有名声。成交，先拿20罐。3日后交货，现银1半定金。阿林，20罐，一下就是480文啊！酒楼单子稳了，
苏记以后就不用只靠街口小摊了。看你谈价时不慌，倒像老掌柜。穷人家的钱，每一文都要知道怎么来怎么走，不算清楚，饭碗可就要被人端了。我家在府城有亲眷，若你以后货稳，也许能往府城送。等苏记先把清水镇做好吧，路走太快，脚会崴。你倒是不贪，贪也要有本事接住，接不上就是祸。福满楼20贯，24文一贯，收定金480文。月底就该还第一笔20两了，还差不少啊。这几日神仙豆腐、豆干、菌子酱一起卖，够还第一笔了。这还了第一笔，家里就踏实一截，但也别把银子全掏空，要钱和本钱得留着。爷放心，我分好了，还债归还债，苏记不会断粮。阿林，你这脑子比钱三爷的账房还清楚。那当然，不然他多写一笔，咱家可就省吃。第一笔20两，请三爷数数。真凑齐了。苏家说还就一定会还。三爷，正好20两。你还怕我赖账？不是怕三爷赖账，是怕日后记性赖账，白纸黑字，对大家都好。你这丫头，若是男儿，倒能做大买卖。做买卖靠脑子和手，又不靠胡子。三爷这话可折了半边天的钱。阿林，真还了20两。第一笔还清了，才还了1笔，尾巴就翘上天了，还剩40两呢。桂花婶算账挺快，可惜只会算钱，不会算自己少积了多少德。你婶子别急，第2笔、第3笔我都会让你听见，你可别先走了。这药贵，喝着心疼啊。爹，药得按时喝，钱就是拿来换命的。可我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家里。那您就赶紧好起来，多劈2捆柴还我。阿姐，我今天多吃了半碗饭。好，记账本上，阿秀今日赚半碗饭。那我以后天天赚。这日子有盼头了。大人，前头就是百花洞，军中过夏，若能寻到清凉耐存的吃食，也能少些暑症。姑娘采的是什么叶？山叶。若是做吃食的叶，可否卖些样品？样品可以去清水镇苏记摊买，山上的叶不散卖。为何？生料落到不懂的人手里，做坏了害人，也坏我名声。想吃熟货，去摊前；想买方子，免谈。你怎知我是买方子？大人衣料不贵，却靴底干净。你问叶不问价，8成不是买一碗解暑，是想寻稳定吃食。你倒看得细。穷人做买卖，眼神不好容易挨坑。清水镇苏记，我会去。去可以，排队。排队。大人守规矩，苏记欢迎。清凉滑润，入口无杂味。若夏日行军，可用。大人是军中人。燕回府军需副都统陆燕。原来是陆大人。苏记小摊做的是明食，不敢乱应军需。为何？军需可不是多卖几碗，保存、用水，病弱士卒能不能吃都要试。若大人真要，我只给试样，不接大单。那3日后，我派人取试样。试样只收成本钱，但验用结果要如实回我。若不好我改，若不能改，苏记不做。成交。军需，那可是官家的事儿，咱能碰吗？官家单子做得好是福，做不好是祸。阿青，你怎么想？监事不签大单，军中要的是稳，不是新鲜。神仙豆腐远运不行，豆干和君子酱反倒合适。那咱是不是要发财了？桂兰姐，官家的钱最不好赚，规矩多，风险也大，先还债再谈发财。还剩40两。月底前能凑第2笔吗？能。福满楼加单，豆干也卖开了，只要不出乱子，第2笔稳。明日开始，所有货都加时辰签和苏记小印。小印防伪冒，也防脏水。别人能学样子，学不走规矩。每份货一支签，写明时辰和批次。福满楼陆大人式样分开记。这么麻烦，客人会看吗？平时未必看，出事一定看。规矩不是给顺风时用的，是给逆风时保命的。第2笔也准时，苏家还剩20两。下月结清。你这查收条的毛病是改不了了。这不是毛病，是穷人的护身符。听说军需副都统去过你摊子？三爷消息灵。官家买卖不好做，
我知道，所以只给式样，不贪大单。债再小也是债，先还干净。背着石头跑不快。一盒酸辣神仙豆腐当日吃，一盒卤豆干2日内食，一罐君子酱阴凉处放7日，每样都有批次签。你做的比许多军仓细。我没见过军仓，只知道吃进肚子的东西不能糊涂。若试用好，我会再来。来可以，话先说清楚，苏记产量有限，军需若要大批，必须给试做期、损耗期和验货标准，不能一句官用就压价催货。你还敢跟军中谈条件？不敢谈条件，就不敢接活，接了做坏，害的是士兵。你若觉得士兵的肚子不值规矩，那我不接也罢。他说的对，3日后给你结果。我等大人实话，好吃不好吃都能听，假夸最务实。苏姑娘放心，我不假夸。那就好，苏记也不假做。第一笔20两，第二笔20两，还剩20两。从前1两银子都像山，如今40两竟真还出去了。都是阿青撑起来的。不是我一个人，苏记是大家撑起来的。昨日神仙豆腐380份，豆干210片，君子酱小桶32个。照这么卖，今天就能凑齐最后20两了吧？东家，赵府加了10份，福满楼也催货，咱怕是忙不过来。赵府照常，福满楼按昨日数，不临时加。苏记宁可少赚，不敢坏货。我去说，今日所有批次签再查一遍，尤其府单和军式样。对，小账房越来越稳了。哟，苏家今日又赚不少吧？欠债的人也有脸这么招摇？你桂花婶，这债今日就清，你若有空，下午跟着看。还清？一说还清就还清？前3爷收条都在账本里，你不识字，可以让李章松给你听。不稀罕就少站摊前挡客，要买排队，要骂靠边。3个月60两，苏家真还清了。请账房点数，写总清收据，借据也请3爷当面归还。钱都收了，还要什么收据借据？债未清时，借据是3爷的凭证；债清之后，收据是苏家的命门。凭证不归，谁知道明日会不会又多出一个60两？写，借据也拿来。这张纸压了苏家几年？今日就让他压不住。丫头，债清了，往后苏家不欠我钱。多谢3爷守约。苏家欠钱3爷本金50两，利息10两，共60两，今已全部还清。前3爷收据在此，借据已归。真还清了！3个月呀，苏家真站起来了。桂花婶儿，你当初说我家撑不到秋收，现在离秋收还早，我家债先清了，你看清了吗？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卖点臭叶子。臭叶子能还60两，婶子这张箱子倒是只会欠人嫌。好了，苏家肯吃苦守信用是好事，往后谁再拿旧债说事儿，就是不讲理。苏家欠的债，今日清了，欠乡亲的情，苏家记着。以后苏记请功、收业、收军，只要守规矩，百花洞乡亲优先。债清了，我这心像搬走一块磨盘。以前一听脚步声就怕是催债的，今晚终于安心了。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撑住这个家。爹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别往自己身上扣锅。真要算账，等您好了，多劈柴抵债就好。好，我批。阿姐，那我们明天能吃肉了吗？能吃肉，但不能顿顿吃。债清了，日子也要细水长流。我以茶代酒，敬苏记，敬阿青这个小东家，敬大家。苏记是我们一步步熬出来的，也敬规矩，无规矩，钱财留不住。敬规矩。阿青，你看我这山菌新鲜得很。这几朵根烂了，苏记不收坏货、假货。我一时没留意，第一次提醒，下次再混坏货，整筐都不收。
叶子能带根采吗？省得来回奔波。不行，只摘嫩叶，不许拔根、折主枝。阿青说的对，做买卖不能把山吃绝，山给我们活路，我们不能断了山的生机。苏姑娘，我家大人特意来还盒子，看样子试样有结果了。神仙豆腐不耐存放，菌子酱辣味不适合伤兵，卤豆冰反响最好。和我预想一致，豆干、微辣菌酱更适合军中。先定卤豆干300匹，菌子酱20罐，送往燕回府军仓试用。300片，稳重些。数量没问题，但验货、交货、损耗规则必须白纸黑字写清。只是试供，还要和军仓立文书。小摊可以口头约定，军需生意绝不能靠记性。可以，我按试供规格出文书，不刻意压价出样。如此，苏记接下这笔试单。军需款项结算周期会比较长。我清楚，所以只接力所能及的量，不靠一单赌前程。军仓试工单独制作，豆干压制加半个时辰，菌子酱只做小辣，盐量按表执行。军中的东西要是出了错，可不是小事，怕没用，按规矩做才有用。军仓试工单独记账，不与街头账目混淆。从前连饭都吃不上，如今东西都要送进军仓了。苏姑娘，山菌酱卖得太好，再给我加50罐。50罐可以，10日后交，3日内只能给20罐。你如今还挑上单了？不是挑单，是保货。苏记接了军仓试工，人手和锅数有限，催急了未便，亏的是你的回头客。军仓，你搭上官家了？只是试工，若因这个压价催货，我宁可少卖。行，10日后50罐，价钱照旧。定金一半，罐子压钱照旧。苏姑娘真是1文钱都不肯糊涂。掌柜也不是赔本开酒楼，咱们彼此。听说你搭上官军，就不把街坊生意放在眼里了？谭掌柜这话是替街坊问，还是替自己酸？小姑娘爬得快，摔得也快，官家的东西出了错，可不是赔几个铜板的事儿。多谢提醒，我小批试工，文书写明，这叫谨慎，不叫爬高。你错了，清水镇容得下好吃食，容不下黑心思。他又被你怼走了。不是我怼走的，是他自己没理，站不住。阿青，喝口汤。你今日从早忙到晚，眼下都轻了。谢谢阿娘，等这批封好就睡。阿姐，军仓试工成本比普通货高，豆干多压半个时辰，木柴多用2垮，盐也多半勺。记得好，以后给军中报价不能按普通摊价算，不然做的越多，亏的越多。若报价高了，官家会不会不要？不要也没事，苏记不能靠亏本换热闹，赔本赚吆喝。大人，这民间小作坊竟还写时辰批次，正因如此，才可一试。大人，这个香比干饼好嚼，只是数量偌大，作坊能否稳工？所以先小单，不急扩。陆大人，试供结果如何？豆干、菌子酱均可用，军仓想再订一批，豆干1000片，菌子酱60罐。陆大人，这个量超出苏记现有人手，若要接，需分2次交，至少15日，且价钱要重算。军仓采购，民间作坊多是抢着接，抢着接的不一定做得稳。陆大人要的是能吃的军粮，不是我嘴上答应的漂亮。你说价。豆干3文2片，菌子酱40文1罐，罐压另算，分2批交，每批验货后结一半，余款10日内清。明日我带军仓文书来。陆大人，契书你先看看。分2批交，验货结款。苏姑娘看文书，比我们军中主簿还细。哼，细点好，字里差1寸，锅里赔1缸。这里写损耗由工方自担，若路上军仓搬运破损，也算我苏记。改，交货前损耗苏记担，验入仓后损耗军仓担。是，这样才公平。你不是不信我，是不信含糊。对，
人会变，字会留下。陆大人守规矩，我更要把规矩写清，免得以后有人借你的名压我。豆干每包20片，一箱10包。君子酱每罐蜂泥要紧，罐口有裂的一律换。东家，这样查太慢，陆大人的车快到了。慢一刻，总比坏一箱强。军贡不是赶庙会，装上车就算完。听东家的，最后一遍最要紧。阿姐，我去送货吧。你跟车，桂兰姐也去。到了军仓，看着验货，收验单再回来。我一定看紧。别逞强，遇事先找陆大人或青燕，别跟人硬吵。我又不是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阿姐英明。开箱。按批次开，先开红签1号。我们东家说了，验得越细越安心。按文书验，不会为难你们的。数量准，签也齐，还是这个味儿吗？开一罐要不？验货不是吃席。按规矩验。你也要查？我阿姐说收字据不查，回家就挨训。他说轻了，真不查，阿青能念到他耳朵起茧。阿姐验过了，一件不少，一样没坏。军仓小丽还夸咱签齐，好，第一批稳了，第二批照这套流程做。那军仓定金和货款能入账了？入，但分开记，不能和接口账混。阿青，你总算能歇一晚了吧？阿青，不好了，张桂花把北坡叶子连根拔了。去北坡。张桂花，你拔根干什么？山又不是你家的，我想摘就摘。阿青早说过，只能摘嫩叶，不能拔根。张桂花，能摘叶不代表能毁根，摘叶是取一顿饭，拔根是砸明年的锅。少吓唬我，这山叶又没写你苏家名字。阿青说的对，你这样拔，明年我们摘啥？你们都帮他，不就是他有钱了？不是我有钱，是你没理，不准走。凭什么？你拔了根，我们去理正钱。去就去。这根拔了，确实难再活。山上的东西，凭啥他苏家说了算？山不归苏家，但谁想卖给苏记，就得按苏记收货规矩来。山仍是村里的山，但不能乱采毁山。当年村里采药也有规矩，不许挖掘根，否则药没了，后人吃什么？是啊，阿青收叶给现钱，我们都得利，不能让人乱拔。从今日起，小平山北坡秋臭柴按村规采摘，谁违了，赔补重钱。你们合伙欺负我！张桂花，欺负你的是规矩，不是我。你若守规矩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陆大人，山叶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想护山叶吗？狐臭柴是苏记起家的根，若任人乱采，今年赚的再多，明年也得断。军中有压实护仓之法，也有山地借庄。你若要护北坡，可立木桩，分区轮采。分区轮采？今年采东坡、西坡养，下月采上段、下段养，每处留母猪，3月复产。军中管草料也用此法。这法子好，比我只说不许拔根更清楚。我家大人管军需，最会管这些。青燕小哥，你这话像卖大人，不像夸大人。他话多。陆大人，这分区轮采法，我想写进村规，也写进苏记收叶规矩里。可，我让青燕画一份稀图给你。是。多谢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不必急着还，把军工第2批做好即可。那不叫还人情，那叫做生意本分。按规划，今日只能采东上区，每株留3成叶，主枝不可折。这样清楚。有图有桩，省得以后吵。哟，还请关老爷来管山叶，苏家真有排场。葵花婶放心，关老爷不管你嘴。你想酸，没人拦；你想拔根，村规拦。山地轮采牵涉军贡原料，谁若违采，军仓可拒收其货。我又没说要毁。那就好，嘴上少毁，也算积德。这回大家手熟多了，手熟最容易手滑，最后封罐照样逐个查。阿姐，第2批若顺利交完，军仓单子总利润约3两6钱。做这么多，才3两多。黄豆、油盐、柴火、工钱损耗都扣了。阿秀说的对，看买卖不能只看收了多少，
要看剩了多少。从前我只觉得卖得多就是赚得多，现在才知道账里门道这么深。所以苏记以后谁想当管事，先学看账，不识账，管不住锅。2批货味道一致，签号齐全，封罐无漏。这是验单和本批款银，余款按文书10日内清。我会带回给阿姐查。你这回主动查，阿青少念你半个时辰。苏姑娘平日真这么会念人？她念得有理，大家服。军贡第1单全部交完，已收款银大半，余款10日后入账，扣成本，净余3两6钱上下。我还以为能赚10两呢。你以为银子从军仓墙上抠下来，军功要稳，成本自然高，3两6钱不算少。最要紧的是苏记过了第1道军验。阿姐，季姑娘不是说她府城有亲戚吗？是，但人情要用在刀刃上，等苏记能稳定出货，再让他引荐。那我明天就去翻地。你先睡醒再说，你今日走路都打摆子。听说苏记给军仓供了货，恭喜，只是试供。季姐姐消息也灵，清水镇如今谁不知道苏记？那是，我们阿青厉害。桂兰姐，夸太响，价钱不涨。我府城表兄在粮行做事，你想往府城走，我可以替你递句话。多谢姐姐，只是现在苏记还在生产，府城单子若太大，我未必接得住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去？1个月后，斗地定下，帮工训好，军仓余款结清，我亲自带货去府城，不空手求人。好，我等你一句准话。谭掌柜，你真就这么认了？认，一个村丫头靠军仓翻身，我认识吗？她现在村里说1不2，连李正都帮她。再这么下去，百花洞没人听我的。你也知道没人听你，你到底有没有法子？他不是要去府城吗？清水镇的人如今信他，府城可没人认识他。只要让他第一步摔狠些，苏记就爬不起来。怎么摔？府城粮行里有的是看不起乡下作坊的人。先养土，种子不能撒太密，沟要通水。阿姐，我按你说的挖了沟。子木这几日做事稳多了。我现在可是苏记跑山管事。跑山管事，先把鞋上的泥刮了，别一脚踩进种子袋里了。这2亩地种下去，苏记就有根儿了。有地，有山叶，有人手，有账，苏记才不怕风吹。陆大人，苏姑娘，军贡第1单余款结清。多谢陆大人水约。军仓后续或有长期小单，但我不建议你立刻扩太大。我也这么想，清水镇根基未稳，府城未探，贸然扩产风险太高。你能忍住，很难得。不是能忍，是怕亏。你若去府城，可告知我，府城军仓文牒能为你免去部分盘查。多谢陆大人，有用我便开口。阿姐，谢谢洗手吧，你写了1晚上了。谢谢小账房。阿姐，我们真的要去府城了吗？要去。先备10日货，只带豆干、君子酱、甜口神仙豆腐3样。神仙豆腐不能久放，怎么带去？成品不耐放，但粉料式样可以携带，到府城可现场制作展示。我也要去帮忙。你好好休养身子。这次我带子木桂兰姐去，你留家守账，账不乱，家就不乱，守家也是本事。我一定守好苏记。秦掌柜，苏记那丫头要进军府城，她的货品在清水镇小有名气，还搭上了军仓试供。不过是乡下小作坊，也敢妄想进军府城，势头渐大，日后恐抢占府城速货生意。府城水深，足以淹死清水镇出来的小鱼。让他来。这个有味儿，比饼干强多了。这酱不错啊，配着它冷馍都好吃。陆大人，如何？入口清凉，但需当日食用。若水不净，反招腹疾。豆干和君子酱更适合军中。竟真与他说的一样。苏姑娘当时就说神仙豆腐不宜远运，还真没夸大。她这批自签到细，使用期限都标了。民间小摊能做到这步不易，不是小摊思路，是藏储思路。大人要下单，豆干500片，
君子酱50罐，7日内交货，军中按批验收。是。告诉他，不因军用压价，也不因试用放宽验货。他若接，就按规矩来。大人，这话苏姑娘听了怕是高兴，她高不高兴不重要，军粮入口不能靠人情。阿姐，这单子，这比福满楼还大。别只看数，这军单可错不得，搞砸了，坏的不只是名声，还可能关乎人命。那怎么办？明日一早采购狐臭柴叶子，分3批炮，君子我亲自验，谁也不能替。最后，军单单独用红签，和民用分开。军单红签，散卖黑签，赵府。阿庆，你又要连轴转了。阿娘，我不逞强，若东家先累倒，作坊才真乱。这话比从前有长进，知道犀利了。爷，我是会省钱的人，自己的力气也是本钱。阿青，这个能要吗？不要，根部发黄，伞面斑点太密。阿姐，我总觉得有人跟着。让他跟，看得会，未必做得会；做得像，未必吃得安稳。臭丫头能做，我凭什么不能？娘，这啥味儿？臭死了！你懂啥？这是发财的味儿。苏家做出来不是这个色。你见过几回？少说丧气话。娘，这能吃？能。那死丫头就是会装讲究。咱多放点盐辣，谁吃得出来？来看一看低价卖神仙豆腐啦！桂花嫂，你这看着不太对。你懂啥？苏家卖2文，我卖1文，都是一个山上的东西。苦，还有股怪味儿。你嘴刁！你偷我们叶子，还冒神仙豆腐，山上的东西又不是你家的。山不是我家的，命是你自己的。张桂花，你用杂叶、毒菌混作，真吃出事，你拿什么赔？你少吓唬人！这朵伞面叶根部有环，是毒菌，轻则腹泻呕吐，重则要命。毒菌！桂花嫂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我又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敢卖，你不是嫌我规矩多吗？规矩就是挡你这种不知道还敢卖的人。不卖了，行吗？不只是今日不卖，往后你若再冒苏子名称，我就请李正报衙门。阿青，张桂花那事儿闹开后，村里人都说你厉害，厉害不值钱，货好才值钱。你当众拆毒菌，那是真吓人。我宁愿他们怕我，也不愿他们不怕毒菌。他那种人就该狠狠罚，罚是让人记住错，不是让我们出气。我们做苏记，不能被怨气牵着走。知道了。阿青，你有时候像小姑娘，有时候又像老先生。那桂兰姐喜欢哪个？都喜欢，反正能带我挣钱。阿姐，这些都要收好。对，这些不是纸，是苏记的护身符。从前只想吃饱，如今连军中都要咱家的东西。可越往上走，越容易招人眼红，所以咱不能只靠一门手艺，要有原料、账本、契书、人手，还要有别人抢不走的规矩。阿青，你心里有章程，有分寸。章程也是被逼出来的。穷日子教我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别把命交给别人的手里。那我守好护身符。好，苏记小账房守的是命门。豆干3批共500片。不误，君子酱50罐，封口有苏记小印，封泥破损需先验再食。这比营里咸菜香多了。君子酱油严重，行军配饭，不可空口多食。苏姑娘连怎么吃都管，话写在前头，吃坏了谁都不划算。我会转告陆大人。阿姐，咱等着收尾款了。要等验收，银子没落袋不算完事，名声没稳更不算赢。有嚼劲儿，扛饿。这酱吃完身上都有劲儿。未见不是，豆干盐味适中，君子酱少量配食正适合行军。他特意写了每餐少量，不宜多食。他连士卒贪嘴都想到了，此物可列为暑期试工，豆干可入短途军粮。
君子酱做调味补剂。先给验收文书，余款照付。苏记可以再试，但别催他扩展太快。大人怕他接不住，我怕有人见苏记能接，就想越过规矩直接抢。怎么还没消息？军营验货不是街头买豆腐，急不得。你手里的竹签都快削成针了，还说不急？行，我是急了，但急也不能跑去军营催。能等，也是一门本事。来了。苏姑娘，军中验收通过，陆大人让我带话，货稳，规矩也稳。多谢。这是余款。另外，陆大人问半月后可否再试一单，量加1倍。1倍？劳烦回陆大人，苏记可以谈，但需3日后答复。我得先算原料和人手。苏姑娘还真不被银子冲昏头。银子砸脸也疼，当然得多稳点接。阿姐，1倍军单肯定赚钱。肯定2个字最容易赔钱，成本从哪来都算清楚了吗？没算。若加1倍，黄豆要多买3担，油盐多1倍半，陶罐不够要提前订。小账房真厉害。黄豆靠买，价钱容易涨。若我们自己种，能省些。苏记要有自己的豆田，可租地要钱，也要人管。债清了，正该把钱投到根上。没有原料，作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盆，风一大就翻。那就租，我娘家有人会种豆。这片5亩荒了2年，租钱不高，但要自己清草修沟。土瘦，但排水还行。欠债刚清就租地，小心赔得裤子都没。桂花婶放心，我租地花的是自己挣的钱，不劳你裤子操心。租3年，租钱年付，契书写明。另请李证书见证，地里所种归苏记，不许旁人私摘。我们也会修沟护路，不占村里便宜。可以，苏记如今有规矩，村里信得过。显摆。你算了损耗。军单不比散卖，必须预留1成损耗，若不损就转民卖，若损了也不耽误交货。你连多出来的去处都想好了。做吃食最怕浪费，浪费的是钱，也是粮。不接足1倍。对，苏记现在接得住这个数，硬接可能会乱。军中难得给你机会，你不怕错过？错过机会不可怕，接错机会才可怕。按你产能来。阿姐，做买卖比种地轻松多了。那是因为你卖货时只收钱，没看见我算账熬夜。这地清出来以后就是苏记的底气，黄豆1片，辣椒1片，边上种藿香紫苏，能自己种一点，就少被人卡一点。阿青，你咋啥都想得这么远？穷过的人，眼前和远处都得看，不看眼前会饿，不看远处会一直饿。谭掌柜，买豆子。苏姑娘，今日豆价涨了。涨多少？一时涨3成。昨日还不是这价？行情变了，小姑娘做大买卖，总得吃点风浪。老板，清水镇不止你一家豆行，附近村里也有豆户，3成高价，我不买。苏姑娘，我也是没法子呀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我有我的账。苏记往后若自己收豆，你别怪我绕过豆行。哈哈，你以为收豆容易啊？总比给人使绊子容易。苏记收黄豆了，价按镇上昨日平价不压价，豆干净无霉，现称现结。若愿长期供豆，可签计契。现结？对，坏豆霉豆不收，好豆不欠钱。豆行有时赊账收，拖1个月才给。苏记不赊收，你们种豆辛苦，我不压你们，但你们也别拿霉豆糊弄我，公平买卖。苏记有账有契，乡亲们愿卖的可卖。谭掌柜卡豆，你就直接收豆，真厉害。路被堵了就修一条，总不能坐在路口骂石头。掌柜，苏记在村里直接收豆，豆行那边也急了。他倒会拆招，要不咱也做君子酱、豆干，做出来有人买吗？
现在清水镇都认苏记那套签印账，他卖的不是一碗豆腐，是安心。那怎么办？安心能立，也能错。军中若吃出问题，他苏记就完了。掌柜，那可是军粮，出事要坐牢的。蠢货，谁说真下毒？只要混进一批坏的，让味道发酸，军中退货，他就完了。这事太大了，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做。我这一袋快称，家里急用钱。倒出来验，都是好豆，验啥验？苏记收豆都验，你急什么？霉豆，可能路上沾了水。上层好豆，下层霉豆，这水还挺会挑地方沾。不卖了，想跑，让他走，但豆留下。桂兰姐，请李征来。霉豆混好豆，轻则坏货，重则害人。姑娘，我也是拿钱办事。谁给的钱？我不敢说。不敢说，就去李正家慢慢说。谁让你混霉豆？是谭记伙计给的钱，说只要苏记收进去，就给我500文。什么？阿青，你说怎么办？请李正书写明证词，再请这汉子按手印。明日我去清水镇，当众问谭记要个说法。该如此，军单不是小事，谭记这回过了。苏姑娘带这么多人来，是要闹事？不是闹事，是问事。谭记伙计花500文，让人往苏记收豆里混霉豆，谭掌柜知不知情？人证物证手印俱在，霉豆封存，送医馆也验得出。这都是底下伙计私事所为，我一概不知。绿膏坏肚子你推小毛病，借钱三爷逼债你推于不知情，今日霉豆害军单又推伙计。谭掌柜，你这铺子是开饭的，还是专养替罪羊的？你想怎样？第一，谭记当众赔礼；第二，赔苏记务工、验豆、人证往返费用，共2两银；第三，不许再冒苏记名头，不许暗指苏记。谭记管教不严，险些害了苏记与客人，对不住。不是险些害苏记，是险些害吃饭的人。入口的东西，不是你斗气的刀。你处理得很好，那我就当陆大人不是假夸。军单之后，恐怕还会有人盯上你。若有人借军单压苏记，让亲然传信。陆大人这是给苏记撑腰，是给规矩撑腰。那我收下，撑规矩的腰，不算欠人情。谭记赔银2两，计入风险补偿，不算日常收入。对，坏事赔的钱不能当洗钱花，要拿来补漏洞。这2两银，1两买筛豆竹筛和防潮木架，5钱给验豆帮工加工钱，5钱留作应急。报关要证据，要时间，更会耽误军单。当众赔礼，比打一架有用。阿青如今能忍气，也能出手。不是忍气，是算账，该怼就怼，该打就打，但要打在最疼的地方。谭记最怕没人信他，我就让他当众失信。谭掌柜会不会再报复？他会，所以苏记要更稳。明日起，收豆分3级，好豆做军单，次好做明麦豆干，破损豆磨浆自用，霉豆一律烧毁。好豆军单，次好明麦。苏记能走到今天，不是因为没人害我们，是因为每次被害后，我们都多一道门哨。门杀多了，家才稳。陆大人，京中来信。永王府的人到了燕回府，不是世子亲至，是他的。若有人想查我的军需账，苏记必会入眼。停单反而显眼，一切照常，但所有验收银钱、批次文书都要更细。明白？他说的对，规矩不是给顺风使用的，是给逆风使保命。从今日起，苏记执行府城备检新规：第一，所有军单、府单名单分区；第二，每批货流量3日；第三，原料来源写清；第四，出货必须有批次签。东家，若签写错了呢？签写错，整批先停，查清再出，错能改，糊弄不能留。听见没？以后手快不算本事，手稳才算。阿姐，我管收豆签和陶罐签，好豆、次豆、破损豆分开计。我管流量账，每日早晚各核1次，过3日无异，流量销毁也要记。我看着作坊进出，外人进棚要先报给阿青或桂兰。苏记能进府城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会吹，
是因为我们敢让人查，往后更不能怕麻烦。明白。好了，规矩说完，开工。今日谁把签写的最整齐，午饭多一块豆干。我，你那鸡爪子先练练。苏姑娘，这签比从前写的更细了。季府蓝签写了时辰和食用期限，属你最是细心。入口的事儿自然马虎不得。苏姑娘，货都进府城了，清水镇不会减量吧？掌柜放心，苏记没忘老客，福满楼原单照旧，若要加量，提前3日。府城单再好，也不能乱了清水镇根基。这话听着顺耳。咱现在也是有府城单的人了，尾巴收着点，别扫到客人。苏记真进府城了？进了，刚开个头，府城人嘴刁，清水镇乡亲的嘴也不差，大家吃得好，苏记才站得稳。会说话，给我来2块酸辣。沈先生亲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秦掌柜在府城颇有名望，却连一个清水镇小作坊都压不住。先生的意思是，府城备检抽查讲的是来源留样账册，他既然喜欢摊开账，那就让他账里多些对不上的东西。季家铺子那边也有担保，不必动季家。苏记从百花洞到府城，路上要经过多少手？只要一处出错，查的就是苏记。掌柜，苏记3日后要给小酒楼送第一批府城试单，路上出错最难说清，别弄出人命。只要让他被检不过就够了。明白。府城小酒楼第一批豆干200片，君子酱10罐，留样已入柜，批次蓝3。我都看过了，包装完整，路上不许离车，5时前到季家铺子暂存，再由季掌柜陪你们送酒楼。阿姐放心，我眼睛不离货，我看着人，他看着货。我看着车。路上小心，府城人多，别跟人争，千万不可鲁莽，别动手。知道，阿姐，我现在不鲁莽了。这话等你回来没打架，我再信。走了，府城第一批货肯定稳稳送到。几位，搭把手成不？车轮卡石头了，这不挪开也过不去。阿姐说路上不能离车。广白，你别下车。子木，你站货边，我去看一眼。你干什么？我路过。路过还往我家货箱塞东西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还跑！子木，别打。你也别走。诸位作证，这人往苏记府城货里塞不明东西，劳烦帮忙请驿道巡丁。闻着有霉酸味儿，若混进吃食里，怕是要坏货。这是府城备检货，请巡丁写明有人试图破坏，但未得手。你倒是懂流程，说谁指使的？没人。人我带回驿所，你们带一份记录走。多谢。这是冲苏记来的，若货真坏在路上，府城第一单就毁了。幸好子木盯得紧。这货还能收吗？掌柜，封签完整，另有巡丁记录证明。掌柜若担心，我们可当面验货。若货有问题，苏记不收钱。开箱验。货没问题，试单照收。路上竟有人动货，这是冲苏记来的。驿道上动手，府城那边怕有人急了。秦掌柜想压府城货，沈秋想查军需账，他们都不希望苏记稳。那我们还送府城吗？送，但送法要改，以后双人押车，封签加外封绳，货箱边角打苏记烙印，每到一站记时辰见到人，路上若停，货不离也。好，被人害一次就多一道规矩。明日我去问问那2人的来路，要让别人知道苏记的货路上有人盯着。阿青，别把自己逼太紧。爹，这是护饭碗，饭碗端稳了，咱家才有安生日。这2人供了，修车的是个闲汉，收钱办事；另一个是秦家粮行伙计，但他说是自己私怨。你一个伙计，雇人揽府城试单，你这私怨挺金贵。我看不惯你们外地作坊，看不惯就能害货。若是眉粉伤及食客，你承担得起后果吗？货与人都未受损，
按律只能罚银拘押，想要追责秦掌柜，还需实质证据。我明白，劳烦给我一份完整供词副本，写明此人身份为秦家粮行伙计。好，就这么放过秦掌柜？如今证据不足，但足以让府城商户知晓秦家伙计恶意水货，坏名声比罚银疼。秦掌柜素来看重名声，我们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苏姑娘又来显摆被检回执，今日带的是供词。清水镇一所记录，秦家粮行伙计于驿道试图向苏记府城货箱塞入镁粉，被当场抓获，货未受损，巡丁有记录。秦家伙计就是我那批货。掌柜放心，苏记货物并无问题，只是有人蓄意构陷。伙计私下所为与秦家无关。秦掌柜这话我听过，看来坏事都喜欢自己长腿，不用掌柜指使。你别血口喷人。若秦掌柜觉得冤，可以去申诉；若不去，那就管好自家伙计。往别人货里塞镁粉，太下作。是啊，今日是苏记，明日也可能是我们。苏记不求秦掌柜喜欢，只求按规矩做生意。谁挑货我欢迎，谁害货我奉陪。苏姑娘，慈幼堂急信。出什么事儿？这2日暑热，孩子们胃口差，医官问能否加送清凉小食，最好明早到。明早？府城路远，今晚就得赶。今日甜口小份只有20份，若加做，原料够，但要加夜工。东家，我能留下加工，我也能接，但只接40小份，孩子入口，不能赶大批。桂兰姐，你带2人加做。今晚不走山路，明早天亮走官道。医官说越快越好，快也不能乱。你回话，苏记明早送40份，当日现做，午前必须食用，过午倒掉。若答应，我就送；若想留到晚上，不送。我明白了。阿青，这单赚不了多少，还累。有些单不是只看赚多少，孩子能多吃一口，苏记名声也多一分暖。慈幼堂集单，成本加1成，不多收。小账房懂我。苏姑娘，辛苦你们赶来。先别谢，请医官验。批次、时辰、甜度都写在签上，每个孩子半份起，不许一次吃1整盒。写得清楚，糖少合适。阿青，你这一路紧张的连水都没喝，送孩子吃的，紧张点好。春天又来了，今日是小春天，慢慢吃，别贪凉。苏姑娘，这单我们想续，夏日每2日40份，直到暑热过去。可以，但仍按规矩，当日做，当日食，过午倒，需每日汇报时候情况。我帮忙记反馈。苏记若能一直如此，日后可入慈幼堂夏令小食名单。多谢，苏记一定稳坐，不拿孩子试运气。慈月堂那孩子一句春天又来了，听得我鼻子酸。孩子病着，能吃一口就是好事。阿姐，这慈幼堂单子虽然钱少，但我觉得比酒楼单子还让人高兴。难得你开套，买卖不只分大小，也分轻重。酒楼单稳钱，慈幼堂单稳名声和心。慈幼堂单利润低，但医官会记录反馈，若能入霞丽小食名资，府城信任会更高。阿秀现在说话像阿青，更像账本成精，那也比你算盘打错强。咱家从前吃不饱，如今还能给别人送吃的，日子真是变了。是变了，但越变越不能忘从前。饿过的人最知道一口干净饭有多要紧。苏记豆饼与小辣君子酱用于短途巡防，反馈不错。暑热时适时食欲差，配食后能多进半碗饭。产量仍小，不宜列入大规模军粮。可作为暑期试补，小批、短途、逐批验收，不要因好用就催扩。大人，还有慈幼堂的消息，苏姑娘给孩子们送神仙豆腐，医官评价很好。她接了慈幼堂单，利润很低，规矩倒比军单还严，当日做，当日食，过午倒，这才是懂食性的人。清凉之物不是人人都能多吃，她向来知道分寸。大人，若苏记日后入府城名册，军仓是否可增加采购？等它产量稳，军仓不能把小作坊压。大人，这话若给苏姑娘听见，她怕是又要说不收官家好心，只收清楚契书。她会。
一个清水镇小作坊，竟让你们折腾这么久。世子，苏记账目清楚，陆燕也防得紧，贸然下手容易留下把柄。陆燕一个王府庶子，真以为在军需上做出点名堂就能洗掉诸身？世子，那苏子林牙尖嘴利，又有季家和医官帮衬，府城几家小酒楼已开始试他的货。他既是陆燕军需账里的干净利策，那就不能让他太干净。世子想怎么做？不急，民间小作坊最怕2件事，一是断原料，二是坏名声。秦掌柜，你在府城断不了他，就断清水镇的。他已在村里种了地，山叶会生，也会毁。属下明白。还有陆燕，继续查他的军需升迁，他越护规矩，我越要看看规矩护不护得住他。阿姐，又有人毁根，不止这边，东夏区也折了不少。断口新鲜，是昨夜或今早，不是采叶，是故意毁。肯定是张桂花。没有证据，别先咬人。桂花婶爱嚼舌，不一定敢半夜毁这么多。先查脚印，不是普通村民草鞋，像城里短靴。城里人来毁山叶，看来有人知道狐臭柴是苏记根基。子木，去请李振和陆大人留下的轮彩图，还要找几个人守山。今夜开始北坡巡夜，毁几株叶子不算本事。想断苏记的根，先看看百花洞答不答应。北坡一臭柴，按村规轮采，谁敢毁根，就是坏全村进项。不是我这几日都在清沟，村里人看见的。他确实在清沟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桂花婶，这次若不是你，你最好帮着查。山叶毁了，你以后想卖叶也没钱赚。我才不稀罕，不稀罕可以，别拖后腿。你若想证明不是你，今晚来巡山。来就来，我倒要看看哪个缺德的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今晚起，每夜4人巡山，苏记出灯油和夜饭，村里出人，抓到毁山者送官。苏家愿出补种钱和巡山饭，但这山不是苏家一家的，规矩得全村守。从今日起，北坡加标记，每片区采摘记录挂在木桩上，谁采、何时采、采多少都记。毁山的人想混进来，就没那么容易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规矩多的跟衙门似的。桂花婶，衙门管犯法，苏记管饭碗。你不想饿，就别嫌多。这黑灯瞎火的，真有人来？毁根的人知道白天有人看，只能夜里来。阿姐，那边有动静。住手！子木，南右边。桂花婶，敲锣。来人呀！抓毁山贼！鞋印和白日脚印一样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个黑心肝的，害我背锅！桂花婶，骂得好，继续敲锣，把李正叫来。来人呀！山贼抓到了！说，谁派你们回山？昨晚老娘山上冻半宿，你还敢装哑巴？说，是不是府城来的？阿姐，桂花婶这回倒像帮咱了。人被冤枉时，最知道冤枉有多轻。这人不是我们村的。鞋印、毁坏根株、人证都在。送官后查露营，查谷主，比在村里问更清楚。别送官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谁给钱？府城秦家粮行的中间人说毁几块山叶不会出大事。又是府城姓秦的，他手伸的够长。有中间人姓名吗？叫鲁三，常在府城南门跑腿。李正书，请写证词，押他去县衙。该送官，全村都可作证。今日大家若只当是苏记的事，明日别人就能毁你家田地，规矩守不住，谁都没有安生日子。毁山叶破坏原料，牵涉府城秦家。状纸写明的是已抓获人证，秦家是否主使，请衙门查。苏记不敢乱定罪，但也不敢吞这口闷亏。我能作证，昨夜我也在山上，人是当场抓的。你也作证，别想赖老娘头上。人和证物收押，若牵涉府城商户，需发文协查。多谢，另请衙门出一份收押回支。苏记需向府城备检处说明原料地被毁。你还要主动报备，主动说清，比被人问起再解释强。你这小东家倒明白。原料地被毁，你主动来报备。是，
被毁区域已暂停采摘，改用未受损分区，并减少神仙豆腐府城供应。这里是谷中和轮采调整图。你连减量计划都写了。苏记宁可少送，不拿乱采叶子糊弄府城。若你不报，我们未必立刻知道。与其等对手把话说脏，不如我先把事情说清。此事不影响临时备检资格，但后续抽查会重点看原料来源。应当的。你这作坊虽小，担责倒不小。都放小，更怕乱放量。哼，苏姑娘又来闹，山叶毁了，不去山上哭，跑府城来做什么？我是来告诉诸位，苏记原料地遭人破坏，我已报官，备检处已备案，受损分区停采，府城神仙豆腐供应减量，但豆干、君子酱不受影响。那我家君子酱照常。照常，君子酱原料另有记录，不受影响。哼，苏记麻烦一桩接一桩，商户跟你拿货，心可真大。秦掌柜说的对，但麻烦不会自己找上门，奈何总有秦家人替他带路。你少攀扯秦家，县衙还没定案呢。目前2桩麻烦都与秦家有关。诸位商户做生意，最怕身边人手脚不干净。秦掌柜想必比我更急着查清真相。秦家自然会查。那苏记等秦掌柜查出清白，查不出也别怪大家不敢轻信秦家。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天会帮你苏家种臭叶子。桂花婶，这叫帮百花洞种钱，不是帮苏家。哼，你少给我戴高帽。桂花婶现在干活比骂人还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苗种的快。要不是苏记收叶钱，谁知道这臭叶子还能养家？苏记之后会给村里设护山公账，每卖一批神仙豆腐，拿出一部分钱用来补种、巡山、修路。还有公账，账由阿秀记，李正和村里2户轮流看。山是大家的，钱不多，但清楚。这还像字人话？桂花婶今日夸人也别扭得很。谁夸你了？秦家胆子真大，先没府，再毁山。若不是苏姑娘防得紧，早被他们得手。秦家只是手，他们背后有。陆大人又在关心苏记，一个小作坊出点事儿，也劳你费神。毁山案牵涉军贡原料地，军属自然要关注。陆爷，你越护他，越让人觉得你们关系不亲。沈先生若只会拿男女关系污人清白，倒比府城街头闲饭有高明的多。大人，世子怕是不会罢休，盯紧秦家和鲁三。是。鲁三，你受何人指使，雇人回百花洞北坡谷臭柴？是秦家伙计找我说回几株山叶，给我5两银子。那伙计已被我逐出秦家，他所为与秦家无关。秦掌柜的伙计真忙，一个被逐出的人，怎么还能代表秦家出钱办事？我不知情。银钱从何处来？从秦家后账支的，但不是掌柜亲手给我，是伙计转交。秦家后账可带？后账在铺中，带衙役去取，不许任何人动。是。陆大人，你无权查我秦家私账。毁坏军拱适用原料地，牵涉验回府军需，你说我有没有权？后账、银钱吃取册、伙计名册，凡与鲁三煤粉案有关的，全部带走。是。小哥，我们只是做工的。无关者不怕查，有事者现在说，你查出来讲。我知道，鲁三那5两银是掌柜让2掌柜支的，还有煤粉那次也是掌柜默许的。记口供，带走。洪掌柜，证据确凿，并有伙计证词，你作何解释？我只是想吓退苏记，没想害死人。秦掌柜说得清楚，客人吃坏食，村民断收，作坊砸牌。你没想害死，可害得活人没饭吃。我赔，我愿赔。秦掌柜恶意破坏他人生计，扰乱备检供货，罚银5000两。秦家粮行暂停营业3月，毁山案另移交县衙详审。你今日说得很好。我只是替被他害到的人说话，可能主簿要嫌我话多了。秦家扰乱备检秩序一案已由县衙处理，
今日议苏记是否列入城府名录？苏记货品品质好，账目也清楚，我赞成。我家用了2批菌子酱和豆干，食客口碑极佳，从未出现货品问题。可是苏记目前产能有限，入选名录后恐难以稳定供货。我在此提前说明，苏记绝不承接超出产能的大单。若成功入选名录，每月标注固定供货上限，不足则提前报备。你主动限定供货量，实属难得。供不上货还硬接，损耗的是名录信誉。苏记宁愿发展慢点，也绝不撑空架子。那今日起，苏记正式列入府城名录，试运营为期3月，期满抽检合格即可续约。多谢诸位，苏记必定严守规矩，不负这份认可。阿姐，事情办成了吗？成了，苏记列入府城名录，3个月试期。一路走来，实属不易，老天开眼。爷，咱可不靠天意，全靠大伙儿踏实做事，诚信经营。这么晚还巡山？陆大人走路没声，适合抓贼。恭喜你，成功进入府城名录。只是3月试期，不敢妄自得意。而且秦家只是棋子，其背后另有势力，且目标直指你我2人。你若是抽身退出商事，便可避开这场纷争。苏记是我一步步打拼出来的前路，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软肋，更不会任由他人打压。苏子林，你很了不起。哼，秦家一群废物，轻易就落下把柄。世子，苏记行事谨慎，接下来是否暂缓计划？不必暂缓。慈善署秋季供案就要到了，勒令苏记一同参与送检，在他货品送检前，直接调换样本即可。属下明白。阿姐，慈善处征集民间祭供样品，府城名录作坊均可报名。那是专管祭祀供膳的官府处所，规格极高。阿姐，咱们若是入选，比入府城名录还要风光。不过慈善署风险更大，若公案出错，绝非赔钱就能弥补。爷说的对，供案重在干净、稳妥、合理，而不求新奇。那咱们递不递呀？递，就地神仙豆腐、豆干、山菌酱3样，配齐所有备案资料，单地立慈善署金册，分件账目。我去北坡挑最嫩的叶子。可以去，不过要严守轮采规矩。苏姑娘胃口真大，刚入名录就敢争祭供名额。秦掌柜受限仍来旁观，兴致也不低。哼，慈善署看真本事，耍嘴皮子没用，别得意太早。我本就不靠口舌，只凭货品说话，不递样就别挡路。清水镇苏记依规递交秋季样品，样品与备案册禁忌说明一并呈上，材料齐全，3日后出验，通过方可复验。多谢。哼，出验易，复验难，别空手而归。我若落败，自审货品便是。倒是秦掌柜，可别又去县衙讨伐。世子，苏记已顺利递样，初见稳过。他自诩干净稳妥，那便让他的样品出点纰漏。可在复验时，样品转运内库途中动手，添加无害的寒凉野根粉，打乱时性，触犯纪规。不见血，无命案，却能彻底淘汰他，甚好。不过恐有追查风险，查无实据，只会归咎于厢坊作坊不懂规矩。是，属下即刻安排。苏记3样样品流量齐全，先验神仙豆腐。样品当日现做，取清甜淡口，适配秋季礼制。色清味正，无杂味。查验豆干和菌子酱。苏记出验通过，样品封存入库，3日后复检。多谢大人。总算过了。出验只是过半，封存之后更需严防纰漏。管事大人，我想在封箱上再加一个记号，以此核验样品是否原装。作坊私家记号不合署内规矩，仅做核验凭证，既保自身清白，也护蜀中公允。那好吧，我即刻登记存档。多谢大人。
苏姑娘连四扇鼠都防，沈先生若觉得碍眼，想来是惯于含糊行事。你这张嘴，到了慈善署还不收敛？该有的防备，我丝毫不会少。记一记录，苏姑娘便先回吧。苏剂样品封存有证，外盒完好。苏姑娘，复验还未开始，你们就慌了？验官大人，苏剂请求暂停开封。为何？封存时，我在封箱外增贴了苏剂封条，内库管事可证。现在封条破损。确有此事，可有他人开过封存箱？昨夜子时，内库曾由副管事巡库，除此之外，无人登记开箱。请验官当众开封，同时取苏剂流量比对。准。这味儿不对，似是混了含根粉。哼，苏剂不懂济供实性，混入寒凉野根，岂不是大忌？这是苏剂同批流样，请医官同验。流样无含根粉，味淡清正，与初验记录相符。副管事，你可曾开过苏剂样箱？小人只是奉命检查封条。奉谁的命？看我做什么？验官大人，现足以证明苏剂原样被动过，还请慈善署严查内库。内库副管事收押待查，苏剂复验暂缓，不做淘汰。暂缓？样品有异，按规矩应退回。有异的是内库样，不是苏剂流样。若不查清，四善署以后谁还敢递样？沈先生，规矩是刀，但砍错了人，刀也会缺口。内库副管事，你收了谁的银子动苏剂样箱？小人收了鲁三转来的银子，只说加一点含根粉，让苏剂复验不过。小人不知背后是谁。鲁三已在毁山案中被收押，他何来余力再传银？是有人借鲁三名义传话，小人只见过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一枚玉扣能说明什么？市井之中多的是。陆都统，你认得此物？永王府侍从常用的束带玉扣。陆都统慎言，永王府不是你能随意攀咬的。我只认物不攀咬。验官大可派人去查这玉扣的出处。验官大人，苏剂只求3件事：一、恢复复验资格；二、记录内库样被动；三、慈善署封存流程加见证签，免得再有作坊被害。你不先求成凶？成凶是大人的事，苏剂绝不越权。苏剂能做的是把漏洞堵上，洞堵住了，凶才不好再钻。此意可行。苏剂复验资格恢复，封存流程从今日起加双验证签，内库副管事收押，玉扣另查。玉扣怎么会落出去？世子，是下面的人蠢，属下已经立刻让人切断了所有线索。蠢的是你！一个苏子玲，几次3番坏事，连个乡下女都压不住。世子，她绝不是寻常乡下女，她走的每一步都留有证据。且极其善于把私事捅成公事，借势压人，属下确实轻敌了，所以更不能留。他不仅是在护自己，他是在替陆燕护那套该死的规矩。他会变成陆燕手里的一把刀。陆燕身边若多这么一个人，日后更麻烦。要是让他过了复验，便能入公案候选，那就让他过。世子。世子，他若真过了后天的试验，可就直接站到公案候选的台子上了。到时候我要的就是他站到那张公案上。越靠近贵人，就越容易被一句话碾碎。区区一个民间作坊，怎么可能经得起御前的一丝质疑？世子的意思是，要在中验的时候动手。因前次内库失察，今日复验重启，各样品当场封当场开，双见证签。苏剂愿按新规复验。苏剂自流样、慈善署流量各一份，封签纹路、时辰、见证人均记录。
神仙豆腐清淡合理，豆干无荤腥重味。山菌酱鲜而不过辣，3样皆过试验。终于过了，还没到中宴。苏季入秋季贡膳中宴候选，3日后与府城3家老字号一同中宴。苏季真进中宴了，多谢诸位宴官，苏季会按中宴要求备样。苏姑娘，复演过了。过了，中宴候选。恭喜。这回夸奖可以先收半句，中宴过了再收全句。你连夸奖都分期，大买卖都分期，夸奖也不能乱入账。苏姑娘，中宴3家老字号都不弱，慈善署里也有人受王府押，你得小心。我知道中宴不只是比味的，还比谁敢选我们。若有人因永王府压力不敢选你，我可以出面。不急，你出面，别人又要说苏季靠你。若真有人明着压，再请陆大人把规矩搬出来。好，我等你开口。这句好听，陆大人终于学会不替我做主了。我一直在学。中宴那日，不管苏季或如何，你们都说不宜入贡案。沈先生，若苏季确实合规，蜀城未必听我们。蜀城也得顾忌永王府。秋季贡案若有民间小作坊，出了事审案。可苏季账清最近名声也好，强压怕引议论。议论怕什么？你们怕的是以后府城公膳生意还有没有你们的位置。明白。中宴样品不求惊艳，求合理稳妥，能被祭贡规矩接受。你们做得很谨慎，记住，祭贡讲中正，不讲奇。衣冠今日愿来做见证，苏季感激。他们做的真漂亮，漂亮是他们的长处。苏季不跟他们比花，跟他们比稳。味淡而不寡，豆干有韧，山菌酱鲜味尚可。蜀城大人，苏季虽稳，但民间作坊根基浅，用乡下作坊恐失体面。是，贡案讲礼制，苏季未有多年传承。二位说的有理，苏季确实没有百年招牌，但秋季贡案重的是敬，不是门脸。苏季能拿出来的敬是料轻、账轻、手轻，新作坊也可以敬畏规矩。苏季留洋来源封存最轻，若论公案风险，苏季不比老字号差。贡案岂能只看账册？祭礼颜面也重要。沈先生前次说看账，如今账轻了，又说看颜面。若颜面只认门第，不认干净，那祭礼敬的是祖宗还是门牌？好了，现在公布结果。秋季贡案正贡仍由府城老字号承办，另设青宿备贡2席。清水镇苏季入青宿备公名册，世期一祭。阿青入了。苏季谢蜀城，世期一祭，苏季必守规矩。自今日起，慈善署封存样品均按苏季所提双剑正签执行。你不是正宫，却改了一条规矩。苏姑娘运气不错。沈先生说错了，运气救不了被换样的人，证据呢？走着瞧。我一直走着，也一直瞧着。苏季入慈善署，倾诉备公名册了。慈善署那可是祭贡的地方，又不是正宫，高兴成这样。桂花婶说的对，不是正宫。那等以后正宫时，你记得再酸一遍，别缺席。谁酸了？备公也是公，苏季走到慈善署了。阿青，你真把家撑起来了。不是我一个人，大家各司其职，苏季才能走到府城。阿姐，倾诉备贡要单独开册吗？开，名字就叫慈善清册。册子越开越多，迟早把人埋了。
账册埋人之前，会先埋糊涂账。陆彦升任从五品军需总统，监督粮道整数，3日后赴府城述职。恭喜大人！陆大人升任，军仓有望更轻。升职不是喜事，是担子更重。往后所有供货结款，一律按新章程执行。属下明白。京中有人盯着你，身居高位，务必谨慎。军需账清，不怕看。大人，世子那边怕是会更加不安分，所以账要更轻。通知苏记，后续改用新契约，结款稳，但验收更严。慈善署倾诉备公，恭喜！这回夸奖收8成，还有一季试期，2成先欠着。你的账越来越细。陆大人升都统也该恭喜，你这升职也有试期吗？没有试期，但盯着我的人更多。那和试期差不多，只不过盯你的人更狠。苏记往后也会被看得更狠。我明白，3条线都和你相交，旁人会拿苏记当突破口。我不想你成为靶子。别把麻烦都算在自己身上，不然你的账也会乱。苏姑娘，军供试单改用新契，验收更细，结款日期也写明了。好事，验收严就不容易被栽赃，写明结款也不会拖欠。我说吧，他最先高兴的肯定是验收变严。陆大人也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陆大人倒是很懂做买卖的难处。阿姐，这里只写损耗超半成要说明，没写明路途损耗由谁负担。阿秀看得仔细，这条必须补充：入仓前路损归苏记，入仓后路损归军仓。小账房真是厉害，账册条款一定要写清楚。陆燕倒是升得很快，他军需账目清晰，差事办得妥当，兵部没法压制。苏记也进了慈善署，2人相互借力，如今更难对付了。那就把他们的清白变成旁人眼里的疑点。对外传言苏记依仗陆燕，陆燕借苏记博取政绩。流言不能只流于世界，要传到御史耳中。我来草拟奏报，用词似是而非，最容易引御史追查。听闻那清水镇苏记一个乡下作坊能进军仓，入慈善署，背后必定有人撑腰。敢问撑腰的是哪位？便是新晋的陆都统。我去撕烂他的嘴！别冲动，动手伤人还要赔钱，得不偿失啊！阿青，全城多处都在传流言，明显是有人故意安排。我们越着急辩解，旁人越觉得我们心虚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办一场公开账会，摆出所有文书、验收记录，请各方见证人到场，用流程和账目尽碎流言。今日苏记公开账会，只说明3件事：苏记如何入军仓试工，如何入府城备检，各侧只展示相关流程。近日有人说苏记靠私情上位，民女今日不骂人，只摆账，谁看出哪一笔靠私情，欢迎当场指出。军仓试工始于样品反馈，第一单豆干500片，君子酱50罐，契书、验收、结款在此，军仓主不可证。苏记试工经军医验、军仓验，按小批次采购。陆总统未私批大额军需。苏记入府城备检，是因实惠公开验货，主动申请抽查，备检处有记录。苏记的复检中还发现内库封存漏洞，慈善署已改双见证签。原来这么多流程，不像说书人讲的那么香艳。香艳不能当饭吃，账本可以。苏记不敢说自己天下第一，只敢说每一步都有纸有章有见证。若有人还说我靠私情，请他拿出比这3册更硬的证据，拿不出就别拿女子清白当茶点。说的好，先生，刚才不是说的挺热闹，现在收摊这么快？误会，都是听来的闲话。闲话从谁那儿听来的？这做我们这行的不能说客源，不说也行。你今日当着众人的面把账会结果再讲一遍，怎么说我靠私情的，就怎么说苏记有账可查。这不是砸我招牌吗？你拿我的招牌换茶钱时没闲砸，
如今让你把话说正，就嫌疼了？说，刚才听你讲半天，现在讲真的。诸位，方才小人道听途说，误传苏纪靠私情，如今账会查明，苏纪军功、备检、慈善署皆有文书流程，并非私情。这还差不多。桂兰姐，走，别把力气花在尾巴上。尾巴？说书人只是尾巴，得看谁在牵绳。陆都统，京中收到弹劾，说你借军需扶持民间作坊苏纪，并以苏纪功绩邀功，御史台要调军需试供账。又来了。账册已备，军仓事工均已反馈，结款记录、苏纪公开账会副本都可交查。另问一句，陆都统与苏纪东家可有私情？我欣赏他守规矩，也敬他凭手艺立业。若御史台问公事，我答公事；若问私德，请拿证据，不要拿女子名声试探官员。陆都统此言，我会记入问录，请照实记。苏纪施工金额不大，未入正粮大项，验收流程完整，结款未超定价。账面清不代表没有利益往来。陆都统升任后，苏纪也入慈善署，未免巧合。苏纪入慈善署，由署城验官、医官共同记录，军属无权干涉。府城公开账会也有此说明，流程确实分属三方。王监察，流言若能当证据，军需账就不用算盘，用舌头拨就行。属下失礼，我代管教。话糙理不糙，查账看证据，不看流言。验回府军需试供账，暂未见私相授受，弹劾所称借苏纪邀功，证据不足，多谢御史使者公断。公断还需上报京中。陆都统，账清是一时，日后更要清。军需账随时可查。清水镇苏纪清肃备公事期一季，3次小计备公，若无差错，可续入年册。苏纪必按规矩供样，不负署城信任。你这一路靠的不是味道最齐，而是最肯受查。阿姐，年册是什么？若入年册，便是慈善署长期可用的民间备公作坊。提前准备，不吃亏。这一季咱过了多少关，我都数不过来。府城明录1关，秦家案1关，慈善署初验、复验、中验3关，御史查账1关，共6关。你还真数了。阿青，多吃点儿，你这些日子瘦了。陆大人来了。御史查账已过，军需事工无私相授给。那这回陆大人的夸奖和我的清白都能入账了。你也可以把我的庆意入。谢意不顶银子，也不顶豆子，先欠着。好，欠着。要单独开册。阿秀，不许乱开账。我还没写名字。御史查账，证据不足，慈善署也让他过了。苏纪确实难产，但若迁入京城，就不是他能靠账本撑住的地方。那就让他们入京，清水镇、府城都有人替他说话。京城兵部秋末要审验回府粮道整肃，陆彦必入京述职，苏纪也可能被带入京中名录。京城不缺规矩，也不缺能把规矩玩死的人。陆彦想靠军需翻身，苏子熙想靠一口吃饭往上爬，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门槛。苏姑娘，陆大人要入京述职，兵部要带验回府军需整4样例，其中有苏纪施工、慈善倾诉备公与府城备检记录。京城查得更细，也更会挑刺。那咱去不去？京城不是府城，规矩也多。去。苏纪走到这一步，不可能账进京，人躲在家里。账本会说话，但人也得站得住。陆大人说，若苏纪不愿，他可以只带副词，不带人。阿姐，我也去。我管账，京城问账，我能打。阿秀跟我去，桂兰姐去，子木押货，爷和阿娘守家。家里有我，你们去京城，把苏纪的腰挺直。这趟不是去攀高门，是去告诉他们，乡下作坊也有清楚账，干净手。陆总统，此次入京述职，兵部会问3件事：军需宗流、暑期补给、民间施工。苏纪作为施工例子，必被问到。苏纪施工小灰量、低风险，逐批验收，账册齐备。京中有人仍在说你扶持苏纪是为政绩铺路，嘴能起风，账能压风。我们带账去。另有一点，永王府世子陆承瑟近日也在京中。陆都统，你与永王府的旧事怕会被拿来做文章。旧事归旧事，军需归军需。若有人混谈，我会请他们分账。
这话像苏姑娘。她说的对。陆燕要带苏季进京。是，苏季东家苏子明，账房苏阿秀，管事刘桂兰，随副册与样品入京。他们在府城几次过关，靠的是证据和公开查验。京中若还走查账那套，未必能压住。京城压人不只靠账，一个乡下女子进京第一件事，就会知道自己站在哪一层台阶下。世子想从礼仪身份下手。那若贵人问他出身，问他规矩，问他有没有资格站在堂上，他拿什么答？让京中贵眷先教他规矩。高门最喜欢教人规矩。属下安排京中雅宴，让苏季样品先入贵眷口中，也让苏子林先见见京城脸色。路上冷，夜里别贪看账，身子要紧。阿娘放心，我每日喝药，按时睡。阿姐会盯我，不是盯，是管。账房也得有账房的命。阿姐，京城是不是比府城还大？你到了京城，嘴巴给我闭紧点，别看什么都哇。路上吃，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阿秀的。桂花婶儿，你这嘴越来越硬，心倒越来越软。谢谢桂花婶儿。苏季既从百花洞出门，就不会跪着进京。去吧，账要清，心要正，路要稳。走吧。苏姑娘，前头驿站可歇脚。陆大人说，阿秀姑娘身子弱，别赶夜路。我能撑住。你能撑，我不许。身体不是账本，不能套支。路上若有盘查，由我应对。官家的盘查你应对，苏季的货我应对，分账清楚。好，分账清楚。阿姐，我心里哇了3声，别说你，我也哇了2声。挖完了就收心。京城门大，不代表我们小。车上何物？入京何事？燕回府军需都统陆燕入京宿职，后车位为军需侍工样例苏季，随册入兵部监察。吃食样品，封得到严。封签案记、驿站记录都在，若需开箱，请当面记录，开后重封。放行。几位是兵部随行的，货箱要放后库，客房不许堆实货。可放后库，但需掌柜签后库收存条，写明箱数、封签、时辰。每日早晚我们要查看一次。这么麻烦？不麻烦，掌柜。您签字，我们安心；您不签，我们换客栈。苏季货为兵部述职样例，确需留证。签。小店最守规矩。记下，京城客栈后库收存有13克，掌柜签名。小账房入京第一笔，记得漂亮。燕回府军需述职在午后，苏季随样例入偏厅等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擅走。这就是那个民间小作坊，怎么连女眷都进兵部了？如今什么稀奇事儿都有。别把嗓子浪费在路过的风上。阿姐，他们看不起我们。他们看不起的是衣裳，不是账本。等会儿账本开口，衣裳就闭嘴了。若有人言语过分，不必忍。我不忍无礼，只忍时辰。该轮到我说话时，我一句也不少。雅宴安排好了？安排好了，请了几位京中贵夫人，也以民间倾诉小食为名，邀苏季东家献样。他若不去，便说他不识抬举；他若去，便让他见识京中规矩。不必动他的货，动他的人。乡下女子最怕被当众问出身、问礼数，让他知道，靠账目能进兵部，进不了高门。世子放心，京中贵眷的软刀子，比衙门本子硬。陆燕，燕回府暑期军需整肃节号3成，此处写民间侍工苏季是何缘由？苏季豆干与山军酱用于短途巡防事补，非正粮，优势是小批可查，成本低，缺点是产量有限。你一个民间作坊，如何保证不出差错？民女不敢保证永不出错，只保证每批可查，
你倒不说自己无错。说永无错，多半是大话。做持使，怕错不丢人，错了查不出、推不清，才丢人。你还入了慈善署倾诉备公，是事期一季，初验、复验、中验有记录，复验后慈善署后改双件正签。小姑娘当账房，倒新鲜。账不认年纪，只认对错。好一句账不认年纪。苏记样例可入兵部民间施工备当，但不得扩大采购，需地方军仓逐批验收。是。民女明白，苏记小作坊接得住多少做多少，不靠大话吃饭。阿秀那句账不认年纪，真给咱长脸。我妹妹就是厉害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实话说稳了，比漂亮话好听。兵部备档过了，恭喜。不过侍郎也说了，不得扩大采购。这回能收全句恭喜。入兵部备档比我想的还稳，正合我意。兵部备档是明，不是让苏记一口吞军仓，吞不下的饭噎死人。今晚永光府那边可能会有动作，你收到请帖了吗？苏姑娘，苏姑娘，永王府牙公请帖，请您今晚带苏记倾诉小食赴宴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那里多的是软刀子。软刀子也是刀。去，带货、带账、带嘴。苏姑娘来了，诸位夫人听闻苏记倾诉之小食有名，特请来一尝。民女见过诸位夫人，苏记小食简素，若有不足，请夫人们指点。长得倒清秀。听说你从清水镇来，乡下地方也懂慈善规矩？乡下不懂高门规矩，但懂饭要干净，账要清楚。慈善署教过的规矩，民女都记着。陆都统想必很欣赏你这张嘴。陆都统欣赏的是军供账清，夫人若只看嘴，恐怕辜负了兵部和慈善署那么多验官的眼睛。苏姑娘好大的胆子！这里不是兵部，也不是你清水镇摊前。民女知道，正因这里是王府雅宴，民女才不敢让流言污了诸位夫人的耳朵。苏记今日带了倾诉小食，诸位若常问，民女侍奉；若问账，民女作答；若只想听闲话，恕民女不擅长评说。听闻你在清水镇摆摊起家，倒是一路攀得快，如今连王府雅宴也来了。民女不是攀，是一步一步走。本世子吃不惯乡下东西，世子不尝，便不好评味。世子若凭出身，民女认；若凭食物，还请动筷。牙尖嘴利，怪不得陆燕看中你。世子又说流言了，看来王府雅宴不看账，也不尝味，只爱听闲话。若如此，民女告退。本世子准你走了吗？世子不尝，民女不敢强喂。王府若要留客，也该有礼。让他走。他为难你了。是，但我不能退。今日若我在雅宴低头认了靠你，明日兵部那册子也会沾上脏水。你不该独自面对他。陆燕，我不是独自，只是厅里那一端，必须我自己站。以后若再有这样的事，先告诉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世子，苏子林今晚虽没失态，但得罪王府，京中贵眷不会再轻易给他脸面。他不需要贵眷给脸，他要的是兵部和慈善署的脸。京中民善评选月后举行，可在太医院动手，让太医院的人挑他的神仙豆腐韩粮、山菌酱发物、豆干鸡翅，可石会医官一直替他说话。石会医官算什么？京中太医一句话能淹倒10个府城医官。世子也太欺负人！阿姐，你就该把金子酱扣他桌上。扣桌上要赔桌钱，还会被记失礼，怼人也得留退路。他们都没给你退路。京城不是清水村，动手痛快一时，后面可能压死一家人。哼！今日安排：午前整理兵部备当附册，午后去太医院外属地名善评选咨询。季公子送信说，京中名善评选可由兵部备当和慈善倾诉备公作坊参加。昨晚刚被王府怼，今天还去评选，
当然去。被高门看不起，不代表我们要躲着门。能进的正门，咱就走正门。去，让他们看看，苏季不是吓大了，也不是饿大的，是做大的。这句好，记进苏季语录。你倒把缺点也写上了。不写缺点，客人把他当谁都能吃，反而害人。苏季不想靠瞒着卖货。做使者能知禁忌不易，苏季可递民善评选图样。苏姑娘又来递样，从军仓到慈善署，再到太医院，你这路走得勤。沈先生也走得勤，哪有苏季哪就有您。直性偏寒，他写了禁忌，倒比许多只说大补的善方诚实。哼，别谢太早。太医院挑错比兵部挑账还细。那正好，苏季最怕没人认真挑。明善评选，太医院初看由你协助周慎。是，周太医主审，卑职协助记录。苏记3样：真鲜豆腐偏寒，山菌酱发物，豆干鸡日。你只需在记录里把风险写重些。可若他已写禁忌，案例不能算错。京中谁家食物有风险？关键是太医院怎么写？你是想做一辈子医官，还是想进御药房？不用说他有毒，只说不宜广推，足够让他落选。卑职明白。清凉但不寒烈，甜口少糖尚可。神仙豆腐性偏寒凉，不宜广推，恐伤脾胃。方医官，请加上体寒腹摄者少食，暑热烦渴者可少量食，不能只记前半句。记录由太医院定。苏记册上写的是老人少量切碎配粥，不是不宜，请完整记录。他说的对，记录完整些。是。菌香足，油盐略重，豆干难化，但你对自己的东西很清楚。苏记初看通过，入民善评选候选。苏姑娘，你方才敢当场揪记录，不怕得罪太医院？怕，但记录一旦偏了，后头10张嘴都说不清。得罪人是一时，错记录是长久。周太医，方医官刚才去记录总写重风险，是太医院惯例吗？有些人谨慎，有些人别有心思。你们留好自己的递样册和当场记录副本。多谢周太医提醒。方医官原写的几处偏重，周太医都改了。副本上有周太医押进。京城这些人怎么都爱在纸上动手？因为纸上的刀不见血，砍得还深。方林，太医院年轻医官，近来与永王府有往来，他可能还会动手。那就让他不敢只动笔。中看我要申请当场复述记录，由太医、书记、递样人3方确认。向慈善署双见证签？对，封存能有双见证，记录也该有3方确认。不是我爱改规矩，是他们总往旧缝里钻，缝多了，不补不行。苏姑娘倒会给自己留后路。做吃食路上坑多，不留后为易掉下去。方医官今日笔下还望完整。太医院自有规矩。我已向评选官申请3方确认，太医、书记、递样人当场复述记录。已准，凡有实性争议，记录需当场3方确认。神仙豆腐清凉，京城秋日食用，或不合时宜。苏记标明清凉少食，是暑热烦渴者，不宜体寒腹弱者多食。按3方确认，复述完整。神仙豆腐清凉，是暑热烦渴者少吃，不宜体寒腹弱者多食。豆干清淡淡香，酱好吃，就是不能多。舀1勺，吃1碗；舀半罐，胃要怕人。豆干豆类难化，老人不宜。书记写的是老人少量切碎配粥，请方医官完整记录。完整记录，实性说明完整，
禁忌标注清楚，列入京城民善观察名录，适期2月。又成了。京城民善观察名录。苏记，谢诸位评选官，定按规矩送样，不夸大功效，不隐瞒禁忌。这句话记得写在小牌上。一定写。今日记录偏颇数次，回去把实姓记录章程重抄一遍。是。不怼他。周太医已罚了，赢了规矩就别贪嘴上那口气。兵部被盗，慈善倾诉，京城民善观察，苏记真进京了。我这腿也真进京了，酸得像不是自己的。京城观察名录适期2月，需每10日送阅样1次，每次3样，另交实姓反馈，若有差错，立即除名。所以不能在京城9号，我们要设一个小小京城送样点，只流量、送样、联络。季明远在京中有旧语，2行小铺可借后库。陆大人越来越会提前堵我的路，也堵别人的嘴。堵住含糊，是你教的。苏姑娘，陆大人如今开口闭口都像你账本里抄的。要开陆大人学费账吗？若开，记我欠着。小账房，乱开私账要罚抄。我还没写。太医院也没压住他。又是规矩，被他反推一层。那就不用查，他人在京城，根在百花洞，让人假借定大单，又苏家赶工，观察名录、慈善备供、军供都会受牵连。属下明白。我们是京郊赵家庄采买，想订1000片豆干、100罐君子酱，3日后要货，现付定金10两。这么大单？阿青不在，这么大的单，苏记大单需东家或账房确认。阿青不在，阿秀也不在，这单不能立刻接。苏记如今京城有名，难道连单都不敢接？敢接不等于乱接，苏记不敢坏货。天上掉这么大馅饼，砸不死人才怪！老爷子别接，听着像坑。你一个村妇懂什么？我是不懂京郊赵家庄，但我懂苏记规矩。你这么急，像卖棺材催人躺进去。桂花说的对，若真要定，留下名帖，等东家回信。哼！果然动到家里了，假采买，大定金，3日急单，我就该在家抓住那人腿打断。爷没接单，阿娘也没收定金，张桂花提醒了一句，起了作用。桂花婶还真成护棚人了，回去给她寄临时护棚见证费。现在要立东家不在规矩：第一，大单需2人共同确认；第二，超产能2成的急单不接；第三，外地采买需有担保商户。东家不在规矩共4条。回去就刻木牌。我让青燕查赵家庄名帖真伪，放线调人。属下立刻去。他们往我家门口伸手，我不把线拽回去，岂不显得苏记好欺负？单儿没接成，苏家老头精，旁边还有个泼妇坏事，定金都不收。苏子勋不在，家里还这么难撬。他们规矩太多，大单要东家确认。在是，换个由头，说是京中贵人要，逼他们赶。假采买人与沈秋手下接头，意图诱苏家赶工，银带暗文为永王府外库常用。又是王府，民女要报备3处：兵部有人诱赶坏军工关联作坊；民善评选处干扰观察名录作坊；慈善署假借贵人名义定小样。你不直接告永王府？现在告，王府会推给手下。我要让3处都记下，苏记后方被干扰，先建防线，再追主使。对，只抓人不休门，下一只手还会伸进来。我可替你做见证，将此事记入御史问录。
多谢使者。外地采买需担保，定金超3等返查。哟，这死丫头人在京城，规矩还能飞回来。阿青信里写的清楚，让大家都知道，免得再有人上门哄骗。往后苏记不是谁一句大价钱就能撬动的。苏老爷子，这是苏姑娘从京中寄回的，还有张桂花婶子的见证费。我的？桂花婶护棚有功，临时护棚见证费20文。桂花拿着。谁稀罕他的钱？20文也太少了。嫌少，下回好好护，再给你记账。记就记，老娘嗓门大，值钱。他又报备了3处。是兵部、民善评选处、慈善署都留了记录。以后苏记若出生产变动，不能直接定他不稳。他把后方受扰变成了公开风险记录。他是不是以为把天下事都写进账本，就没人能动他？世子，账本确实让许多手段失效，或许该换方向。说，若传出陆燕欲娶商户农女，永王府宗族不会答应，陆燕会被家族、官场同时压住，苏子民也会背上攀附高门的名声。好，就让他尝尝高门婚姻的脏水。属下明白。阿青，外头有新流言，比之前更狠，又说苏记靠陆大人，传陆都统有意求娶你。永王府震怒，说你攀附高门，借婚事求庇护。永王府换招了，账上破不动，就往婚事上破。姑娘家的名声，他们拿来当武器，真不嫌脏。京城最重门第，再传下去，你和陆大人都会被连累。那先问一句，我攀了什么？所有文书都在，苏记没借他拿过1分好处。可他们说的是婚事，不是账。婚事也不能任他们说，女子清白，不是他们拿来打官司的烂纸。阿姐，还要开账会吗？这次不叫账会，叫澄清书，写明3件事：无私相授受，婚嫁由本人做主，污名者报官。好，让他们拿嘴当媒婆，也得先看看有没有聘书。桂兰姐，这句可以写在后头，别写前头。世子太下作了，拿苏姑娘名声逼大人表态。他想让我否认，伤他，也想让我承认，压他。那大人打算怎么说？照实说，我心悦苏子霖，但未曾以官职换他半分好处。提亲当正正经经请媒，不由流言逼婚。大人，您要公开？公开，但不逼他。我的心意是我的，不该变成他的负担。是。陆都统，御史台文流言，问你与苏记东家是否私相授受、借婚谋利？我亲自答复。青燕，备2份文书，1份给御史台，1份给苏家。是。他被人拿名声逼到台前，这一次，我不能只站在门外。流言传开了，但陆燕若顺势认了呢？认，永王府宗族不会让他娶农户女；认，则自毁前程；不认，则苏子霖名声尽毁。可苏子霖最会拿实证说话，若他写澄清书，婚家名声不是账本说清就清，高门看的是门第，不是几张纸。你别小看他，若陆燕也公开站他，他反倒有了体面。母妃是说我这招会帮他们？世子，可请永王府宗老出面，斥陆燕忘本，入门楣。好，让宗老去，我要他在苏子霖与王府之间做个选择。阿青，他们怎么能这样糟践你名声？女子名声最难洗，是爹没本事护你。爹，名声不是躲出来的，谁泼的脏水，脏的是谁？陆燕那边怎么说？陆大人给御史台回了文，也给咱家来信，说他心悦阿姐，从未用官职换过苏记好处，愿意便正理提亲，不愿绝不相逼。陆大人这话是真站出来了。阿姐，你怎么想？怎么想也得阿庆自己拿主意。永王府那帮嚼舌根的才该骂。葵花婶，今日嗓门值50文，少拿钱堵我，我是骂得痛快。我来道歉，流言因我的身份而起，让你受了委屈。
流言不是因你而起，是有人手脏。你不必把坏人的错全揽在身上。可我的身份，终究会招来王府、宗族、朝堂的目光。张桂花、谭掌柜、沈秋、陆承泽，我早被各色人盯过了。多几个宗老，不过多几张嘴。你总把难事说得这样轻。陆燕，你信里说心悦我，是被流言逼的，还是本来就想说？本来就想说，只是怕我的身份成了你的负担，也怕你以为我总借着保护替你做主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喜欢你，不该藏在替你着想后头。我心悦你，也敬你。你愿我便正理提亲，不愿我仍护苏记清白。陆都统，这话比契书写的还清楚。可要你盖章？先不盖。婚嫁不是一张契书，你得过家人关、百花洞的关，还得过我这关。我一关一关过，明日去你家劈柴，不摆架子。陆叶，你虽庶出也姓陆，娶乡下商户女，简直辱没门楣。我未入王府宗仆，也未受王府养育，官职军功皆与王府无关，婚事不劳王府代选。你身上流着陆家的血，陆家的血，没替我吃过军粮，也没替我守过军需帐。三弟翅膀硬了，为个农女顶撞宗族。世子若真认我这个三弟，过去20年，不妨先补生兄弟情，只在婚事上认亲，未免太晚。你就不怕御史台摁责？御史台查官德，不查宗老脸色。若我以婚事谋私，尽管弹劾；若只嫌他出身低，那是你们的门第病，不是我的罪。我今日只为告知，不为请准。婚事我会以正理问苏家，王府要闹便明着来，别再拿女子名声当刀使。陆大人来了。陆大人，阿姐说第一关劈柴，我劈。真劈呀！来之前练了。关大人劈柴，这可比府城实惠热闹。桂花婶，别光看，点评点评。腰别弯太死，斧头落准点儿。要是砍歪了，别说娶媳妇儿，先赔柴。官做得再高，进苏家门也得先会过日子。晚辈明白。陆大人，你真想娶我家阿青？是，不是因流言，不是因苏记，也不是因不虚。我心悦苏子霖，敬他为人，愿以正理求娶。阿青吃过太多苦，若嫁你，会不会被高门欺负？我不能保证没人欺负他，但我保证，任何人欺负他，我都站在他身前，也站在他身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会以保护之名让他低头。这句话可以记。第一关柴劈的还行，话也说得清，后头还有扫门关，能不能受得住村里人议论？能。若议论有理，我听；若恶意伤人，我打。答得倒像人话。今日说清楚，陆都统求娶苏家阿青是正理求娶，不是流言逼婚。苏记与军需、慈善、民善各项文书皆与婚事无关。我们知道，阿青做事清楚。陆大人若真娶阿青，以后是不是咱村女婿？女婿也得按规矩买苏记东西，别想赊账。我不赊账，赊也不敢。阿青，你若嫁了官老爷，还管苏记吗？嫁不嫁人，我都是苏记东家。苏记不改姓，不改账，不改规矩。谁若觉得女子嫁人就该丢了手艺和招牌，那是他自己的脑子太窄，不是我的路太宽。说得好，嫁人又不是把脑子交出去。阿青这话，村里姑娘都该听听。苏记是你的，我敬他，也敬你。这句也记账上。他竟真去劈柴，陆家脸面被他丢进柴堆里了。你把他往流言里逼，他反倒把事做成正理。如今苏家百花洞都站在那女子身后，流言伤不到他了。世子还有一招，若陆燕执意婚娶，王府可上奏说他与民间供货作坊联姻，日后军需避嫌难保，应调离燕回府军需。对，
让他在婚事和官职之间选，官场避嫌，名正言顺。你奏，就说陆燕若娶苏继东家，继续找民间事供，有利益吊打。属下明白。永王府奏称，你欲求娶苏继东家，而苏继又在燕回府民间事供样例中，为避嫌，建议你调离军需，此亦有理。婚姻一成，陆都统在管苏继相关事供，难免有私。下官愿主动避开苏继具体采供验收，苏继所有军需事供由军仓主簿、军医、御史备案三方验收，下官不经手定价，不签验收。你不闭关，只闭事项。是，燕回府军需整肃不止苏继一项，因一桩婚事调离整个军需，反倒让人误以为臣曾以私废公，可设回避条款，官员亲属相关商户不得由本人直接批验，交第三方流程。这岂非为陆燕开立？不是为我开立，是为所有官员立避嫌流程。王监察若觉得官员亲属永不经商才算清白，那朝中怕要先查一半。回避条款可议，陆燕继续掌燕回府军需整事，但自即日起，苏继相关事供交军仓主簿、军医、御史三方备案，陆燕不得单独批示。下官领命。苏姑娘，兵部定了回避条款，陆大人不直接批苏继事供，但仍掌燕回府军需。这么说，永王府那奏议没成？没成，还促成了新规。官员亲属双方回避条款。永王府想拿婚事打陆燕，结果逼兵部补了一条规矩，他们又给咱送门梢了。这回是给朝廷送门梢。如此一来，苏继更要清楚，将来若真成亲，苏继不能让陆燕担一点糊涂。阿秀，另开回避册，所有与军供有关的文书都标明陆燕不经手，三方验收。回避册今日起开。阿秀这辈子怕是要被册子埋了。册子越多，坑越少。兵部回避条款已定，往后苏继军功我全部插手。这样最好，你少背黑锅，我少落闲话。你不介意？介意什么？我嫁人不是为了靠夫君走后门，苏继靠货说话，不靠枕边风。陆燕，我愿意。愿意什么？愿意你按正理提亲，愿意陪你一关一关走下去。但苏继不并入陆家，我也不做只在后院绣花的夫人。我求娶的从来是苏子欣本人，不是苏继，也不是内宅影子。你永远是苏继的东家。那你明日便来，聘礼别忘了加一套好帐柜。好。陆家陆燕以正礼求娶苏家女苏子琳，聘礼在此，请苏家过目。先看帐柜，阿青最稀罕这个。陆燕，你虽是官绅，但今日进的是苏家门，我们不要你许荣华，只问你3件事。第一，阿青嫁后，苏继归谁？归苏子欣。苏继是他与苏家一手立起，我不夺，不并，不借分毫。第二，若王府高门再欺辱于他，我与他一同面对，他愿自己扛，我便守在身侧；他需我出面，我便站在身前。第三，若他日日守作坊、理账目、跑商路，你可嫌他不似寻常内宅妇人？我正因他这般，才敬他爱重。若他成了旁人模样，才是真的可惜。今日婚约见证，陆燕求娶苏家女苏子玲，双方自愿，苏继归苏子玲及苏家经营，不做聘礼，不入夫家财产。婚约还写这个？写清楚，日后少扯皮，亲事是亲事，买卖是买卖。这条好，以后谁娶媳妇儿也该写，省得人家姑娘东西被夫家全拿走。你又改了村里规矩。好规矩不怕多，婚约财产分明，可入村规参考。你这小丫头，连婚事都要记账，婚事不记清也会吵账。可真敢定亲！不止定了，那女子把婚约也当账写，还写明苏继不入夫家财产。此事在百花洞反倒传成好规矩，村里女子都说苏子涵有骨气。
一个农女也敢拿规矩立名声？婚事继承，功名声难了，下一步只能打事业。他若在御前品鉴出错，婚约苏季、陆燕一起受牵连。太后寿宴民善初选名单，苏季因京城民善观察名录被列入候选。好，让他进。他越站得高，越摔得碎。清水镇苏季入太后寿宴民间清素小食初选。太后寿宴，寿宴不同瓷器，太后年糕重清淡养胃，更重吉义。神仙豆腐杏凉不宜为主样。女眷食单也建议以豆干、菌酱、米糕为主，豆腐夏事相宜，不合冬寿。苏季明白，此次不递神仙豆腐主样。第3样，百福豆干卷、山菌清酱斩、米豆安康糕、新糕，黄豆粉配米粉，少糖做软糕，适合老人少量食用，取安康之意，不靠良性取胜。你能舍掉招牌，很清醒啊。招牌是给人看的，寿宴是给太后吃的，不能为了露脸，让老人家吃不合适的东西。这话我会记在初选评语里。这个软，甜也淡；这个偏干，这个好吃。你觉得好吃的多半糖多了。寿宴糕品不能甜，不能硬，不能凉，米粉多则软，豆粉多则香，比例要稳。从臭叶豆腐到太后寿糕，阿青，你这路走的爷都想不到。爷，看不懂不要紧，吃得懂就行。这个吃得懂，软香不腻。米豆安康糕3号，米粉6，豆粉4，糖减半，口感软。3号入中式。苏季换了主样，不用神仙豆腐。回世子殿下，他听了周慎与林姑姑的建议，改做米豆糕。道会必短，米豆糕宜今日，太后年糕可从此处下手。初选记录，你还能动？周慎盯得紧，3方复合在难，不如动食材。米粉里混少量陈梅粉，高味不显，只带陈气。初选一闻，便定了不洁的罪名。这次不动他厨房，动供料。他要买京城米粉，总要进铺子。属下安排。苏姑娘，这是上好新磨米粉，京中高铺都用。这带香。米粉需写磨粉日期、来源米庄、掌柜签名。这么细？太后寿宴初选，细些对掌柜也好。若米粉好，苏季记你的名；若出了问题，也查得清。那位小哥手里那袋也是新粉。我搬错。这粉有陈霉气。不是我的。那袋不是我备给姑娘的。米行内发现陈梅粉，搬运人为陌生伙计，掌柜否认，需请街坊见证。想走没门儿！你若只是搬错，我们查清放你；若是有人让你混粉，最好就趁现在说。小周，要不要？快过来啊！要不要？说，谁指使的？我收了钱。让我把粉混进苏季采买袋里，又是这招！谁给的钱？不认识，只在永王府外巷见过。苏姑娘，这事与我无关。掌柜若配合查清，苏吉不签润，但今日采买取消。太后寿宴初选米粉，苏季改用百花洞黄豆粉和清水镇老米粉，由里政、米户衙役3方出具来源。金浦米行采买取消，原因工料风险。改用自原料，自家料路远，赶得及吗？赶，宁可辛苦，不用来路不清的粉。这丫头人在京城，还能折腾全村半夜筛粉。桂花，辛苦你了。我不是帮她，我是怕太后寿宴吃不上咱百花洞的好东西。每袋写来源、磨粉人、时辰，别只顾快。阿青要的是清楚。我写封签。我家老米干净，我拿了2斗来。我家黄豆刚晒好，也送下来。
阿青说过，来料要验，谁拿霉豆来，我骂死谁！赶到了，村里人连夜磨的，每袋都有来源签。爷的字，阿娘的签，桂花神也按手印了。百花洞，这是全村送粉啊！这不是粉，是根。阿姐，咱一定要过。过不过，先把东西做好，别辜负这一袋袋粉。苏记为何临时更换米粉来源？采买时发现成米行混入陈霉粉，已报衙门。为保样品干净，苏记改用百花洞自源老米粉与黄豆粉，来源、磨粉人、时辰、见证钅在册，记录完整。临时换料是否会影响稳定？会，所以苏记昨夜做了3次小样。若评审认为临时换料不稳，苏记愿退太后寿宴初选，不愿以不清楚的料冒进。宁退不冒是懂时性的人。软，淡香，豆粉不重，适合老人。寓意安康，形虽朴素，但清正。苏记米豆安康膏入中选。又过一关，还有中选。陈霉粉又被他抓了。他临时改用百花洞自原料，反倒让评审觉得他谨慎。他是乌龟吗？处处缩头防。世子，中选还有太医院总评，若总评只给不宜寿宴主播，他仍进不了御前。你有把握？周慎主审，卑职只能旁写，名额有限，让其他老字号压过他即可。好，让他输在体面上，别再动脏手。苏姑娘的膏朴素，倒像家常。本就是家常，太后寿宴不缺珍馐，苏记这点可取之处，大概是让老人吃着像家里人惦记他的胃。中选看3项：时性、寓意、稳定。苏记时性稳，寓意安康，为摆盘朴素。御前小食也要体面，苏记若入选，恐显寒酸。民女认摆盘不足，愿配合李案改盘，但不改味，不改料。寒酸可修，虚滑需要难救。若为体面加重糖油，让太后吃的不适，才是真的不体面。此言有理，摆盘有李案可调。苏记列御前适时候选末位，不因华丽，因时性稳，禁忌明，来源清。苏记入御前适时，候选末席。末席也是席。对，能做到末席，也是一脚一步走来的。御前是不是要见皇上和太后？我想想都腿软。候选末季，3日后送事实小样，人在外殿候问，未必面圣。不管见不见，样品必须万无一失，全用百花洞自贡原料，所有文书再复核一遍。你紧张？是紧张。以前摆摊怕卖不出去，现在怕一口膏牵连全家全村。你不是一个人，阿秀管账，子木压货，桂兰管工，相亲供料，周太医和林姑母也会按规矩评评。你现在很会劝人，跟你学的，把事拆分开，一项一项看。莫喜，好一个莫喜！御前不能动脏手，宫中查得极严。那就从问答下手。若御前问起原料，他一提臭叶、草木灰，贵人未必喜欢。对，让人引他说出狐臭柴、草木灰，御前听着粗鄙，味道再好也难登大雅。御前重礼，民间误说的粗便粗，说的雅才过得了关。他若在御前乱怼，便是死路。让李安的人问他，此物何名？何来何法？我要他自己把臭叶子端到御前。属下明白。阿青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站到宫城门口，我现在连大旗都不敢穿。封签完整，来源册完整，事实说明完整。好，记住，我们不是来求赏的，是来盛一份干净小食的。苏记东家苏子民入偏殿候问。
阿且，小账房，守好册子，等我回来。清水镇苏记民间倾诉小食候选寿宴末席。软香清甜。皇上，苏记毕竟乡野作坊，不宜抬高其名，否则民间作坊争相攀附，恐乱规矩。你说他攀附？臣只是担忧。民女也担忧。你担忧什么？苏记乃民间小作坊，候选太后寿宴末席，亦恐难守本心。人小而知县，倒比许多大户强。苏记小食列太后寿宴末席，至于苏记赐匾清肃守卫。民女谢皇上、太后。苏记必守清肃，不妄称共鸣，不乱接供。听见了？人家自己都不贪共鸣，别总替他担忧。皇上赐的字，咱百花洞出御赐匾了。字倒写得好，就是挂高点，别让鸡啄了。桂花婶，鸡飞不上去。你懂什么？鸡也眼红。对了，你俩婚事啥时候办？别拖啊！看东九安排。这事也听我安排。自然。那就先开工。御赐匾不是让我们站着看的，是提醒我们以后每一锅都要守卫。婚事另开册，阿秀记已经开了。最开始我就是从这儿摘了一背篓臭叶子。现在他们跟你一起到了御前。陆燕，以后苏记会更忙。你若娶我，娶的可不是一个安静待在院里的人。我知道，我娶的是会跑山、会做账、会怼人的苏子霖。听着不太像夸我。都是我心悦之子。那这句入婚册。好。